你说什么？我的肉身被烧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在牛马公司加班太晚，一不小心就睡着了。结果地府勾魂小丽就把他当成加班猝死的倒霉蛋，直接带到了地府。是的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给你找一个合适的投胎。我不要！我刚买了房子还没住进去呢。哪有比我更惨的？这是你们的过失，你们得赔我。你小声点，这是地府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不然……我呸！明明是你们做错了事，勾错了魂，地府也是讲规矩的吧？我要上报，你们也吃不了兜着走。左左，是我们错了还不成？但是你的身体都没了，我们也没办法再送你回去。你有什么愿望可以跟我们说，争取给你投个好胎。那你们给我找个好胎，让我不操劳，一辈子吃穿不愁，最好地位非凡，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。对了，还要有金手指，我可不想再像上辈子一样，从小就是个孤儿。就这个了，这个符合。说着就将龙小小一脚踢下了轮回台。等等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大秦的太庙，今日是祭祖的日子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朕奋6世之余烈，灭8国而统一天下。朕自认为功过3皇5帝，可到如今，朕30有8了，竟无一子嗣出生。求祖宗保佑，赐朕一个麟儿吧。正在这时，大秦的天忽然变了，原本艳阳高照，却不想忽然间狂风大作，雷声霹雳。贼老天，朕只求一个子嗣，难道有错吗？陛下大喜呀！有何喜事？陛下，臣发现天刃星突然变亮，陛下，您将有子嗣降生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陛下之前泰山封传路上，是不是宠幸过一个侍女？你是说此女有孕了，而且马上要生了？还请陛下赶紧找到此女。臣勘测，陛下子嗣将是大秦的祥瑞呀！来人，赶紧派人去找。不，朕要亲自出宫寻找乌儿。阿婆，求你了，一定保住我的孩子！哎呦，不是老婆子不帮你，是你这个孩子头朝上，难搞啊！难搞？什么难搞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黑乎乎的？难道我还没有出生？我是不是被骗了？我不想嘎第2次了。牛头马面，你们2个跟货！娘亲，你加油啊！我是你可爱的崽，你再努力一下，我就出来了。生了！哎呦，是个姑娘，娘子快看看。阿婆，孩子怎么不哭呀？哎，怎么没哭呀？这孩子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？哭什么哭？这也太丢人了！这个老太婆没完没了了，你再打几下，我就又要去投胎了。这是孩子的心声。哎，是个健康的孩子，这娃娃胖乎，长得真有福气呀。娘子，你先看着孩子，老婆子去给你烧点热水。呀，我这辈子终于有娘亲了！娘亲，我是你的崽崽啊！娘亲好好看，娘亲这么好看，我以后也是漂亮崽崽。
以后娘亲呀，就跟宝宝相依为命了。相依为命？不对啊，这里怎么破破烂烂的？说好的一辈子不操劳，吃穿不愁，地位非凡呢？啊！地府的那群狗东西竟然又坑我，连个金手指都没有，我在这怎么活？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娘子，快逃！我逃！娘亲快跑！杀人啦！啊，完蛋了！我不会今天必须嘎了吧？金手指呢？我的金手指呢？绑定宿主成功。宿主你好，我是您的吃瓜系统，编号888，吃瓜好，吃瓜妙，吃到好瓜呱呱叫。宿主啊，吃瓜系统？什么玩意儿？别告诉我你就是我的金手指。对啊，宿主要吃瓜吗？吃瓜你妹！你没看到我和娘亲正在被追杀吗？快想办法！宿主稍等，我看看啊。往东走，你父皇带着人来找你了，只要能碰上他们，你们就能得救了。父皇？难道我这辈子是个公主？在那边。怎么办？我该往哪走？娘亲，走左边这条路。该怎么告诉娘亲？没想到娘亲就选对了。只要娘亲跑到父皇面前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却不想器武脚下一滑，就摔到了沟里。娘亲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能见到父皇了。宿主，是你父皇，你快喊他，杀手发现你们啦！龙小小当即夹紧了小屁屁，嚎啕大哭。哪儿来的婴儿哭声？父皇，我是你刚出生的崽，你快看看我啊！有人要杀我和娘亲。是谁在叫他父皇？侍卫连忙将孩子抱过来给皇帝看。皇帝翻身下马，接了过来。父皇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差点就被人嘎了。陛下，这就是您刚出生的子嗣。哦，朕的子嗣，哈哈哈哈！好，朕总算是后继有人了。父皇，娘亲有危险，你快救救娘亲啊！草丛里埋伏着杀手呢。来人，将周围搜查一遍，若发现可疑者，格杀勿论。侍卫倾巢而出，那些杀手刚要跑，就被侍卫发现，当即两方人马就厮杀了起来。陛下，还发现一女子，应该是刚生产完，已经昏迷了过去。混账！竟然怀着朕的子嗣就跑了。若是朕的皇儿有闪失，他有几条命赔？准你这么说我娘亲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没有好好保护我娘亲，要不是娘亲，我早就没了。此女生下皇嗣，也算有功，先带回去。是。陛下，小公主身体十分康健，请陛下放心。是个女娃，女娃朕也稀罕。朕终于有子嗣了，列祖列宗保佑，这是朕的第一个皇嗣。恭喜陛下，小公主吉人天降，福运连天，定能造福大秦。朕一定要好好培养她。是女儿又何妨？朕希望她成为9天的凤凰，傲视群雄。朕的公主就叫嬴傲天。父皇怎么想出这么中二的名字啊？他的脑子怎么想的？朕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，英勇霸气，这才是嬴氏子孙该有的名字。陛下英明，小公主这名字很好听。傲天哪，父皇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。好饿，感觉要饿死了。求陛下让罪奴见见孩子，求陛下让罪奴见见孩子。进来说话。娘亲，是父皇救了我们哦，
皇可厉害了，把那些坏人全都杀了。陛下应该听不到女儿的心声吧？念你生下皇嗣有功，朕先饶了你。公主饿了，你先喂一下。谢陛下救命针。这就是被娘亲喂养的感觉啊！娘亲，我好喜欢你啊！你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个孤儿，都没见过娘亲呢。娘亲香香软软的，好好哦。回陛下，杀手都已经解决，在杀手身上查出这个令牌，查，务必找到幕后之人。到底是谁这么恶毒，竟然敢对娘亲和我下如此毒手？宿主，想知道凶手找我呀？你快说。暴君喝醉，霸宠侍女，侍女害怕被赶而跑路。父皇，是贵妃干的，是她派出杀手来追杀娘亲的，而且她不止一次派出杀手来追杀娘亲。早在父皇宠幸了娘亲，就派人追杀了，所以娘亲才逃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是贵妃？印象里，贵妃端庄贤淑，怎么会派人追杀这个婢女？这可是朕的子嗣。还好娘亲偷偷跑路了，不然在父皇身边，我都不知道被赶了多少回了。父皇也够蠢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崽，真以为是他残暴杀人太多，才没有子嗣吗？宫里大凡有了崽，贵妃提前就知道，在父皇没知道前就被他杀了。什么？朕的子嗣竟然都是被贵妃给杀的？这个贱人，朕一直待他不薄啊！难道陛下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？父皇真可怜，要不是我出神，父皇就真绝嗣了。父皇还对那个贵妃还挺好的，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脑袋上早就绿得发光了。这个贱人！陛下，公主才刚出生，她还不会说话。父皇，虽然你不知道这些，但是你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很伤心啊？唉，越看父皇越惨，他大概想不到，心爱的贵妃现在正在和他的小情人滚床单呢，还有了小情人的孩子。两个人正商议着，等贵妃生了孩子，就是父皇唯一的崽，到时候父皇一嘎就继承皇位。父皇辛辛苦苦给大秦打下的江山，全成了旁人的嫁衣。陛下，哎，父皇怎么走了？刚才陛下那样太吓人了。贵人请随奴婢来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正在沐浴，奴婢这就去通传。好无聊，也不知道父皇去干嘛了。宿主，你父皇去了贵妃的宫里，贵妃的宫里可热闹了，要不要我给你直播？虽然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金手指，但我发现你还是蛮有用的。宿主，我们系统可不是什么随便的系统，一般都是根据宿主的特性专门定制的。你以前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瓜？先吃瓜，先吃瓜。混账，进来也不跟本宫说一声。本王的好贵妃，本王可是半个月没碰你了，有没有想本王？嘿，要不是陛下近日出宫了，本宫才不会由着你乱来。出宫？哼，皇帝真以为那个贱人能生下他的子嗣，本宫的人早就先去了。我们的孩子2个月了，以后就是这大秦唯一的继承人。等孩子长大了，本王就是太上皇。营前那个粗人，本宫怎么会生下他的孩子？灭国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既然他灭了我燕国，那本宫就让燕国的血统继承大秦的皇位。贵妃这招高明，等那狗皇帝病入膏肓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让他含恨而死，那才叫大快人心呐！你说的对，想到他临死不甘的样子，本宫就觉得痛快。
皇帝听到里面奸夫淫妇的对话，气得一脚将门踹开了。混账！谁这么大胆，仔细你们的狗命！朕倒是不知道，贵妃竟然如此盼着朕不得好死。皇兄，全是贵妃逼臣弟做的，臣弟是被逼的。他气得当即一巴掌就打在了他的脸上。鹦鹉，你混账！本宫要杀了你！求皇兄饶命！求皇兄饶命啊！皇帝当即拔出侍卫的刀，直接一刀砍了鹦鹉的脑袋。不要杀臣妾！陛下，你说过你最宠臣妾的。你怎敢如此欺侮朕？陛下，臣妾有了陛下的子嗣，求陛下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饶了臣妾吧。你究竟杀了朕多少子嗣？皇帝一脚将贵妃踢飞了出去，将贵妃就地凌迟处死。前燕国皇室和平阳王9族诛杀，一个不留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一个人的错，求您饶了燕国皇室。陛下暴君，赢钱，你就是暴君！我诅咒你大清永无子嗣！还以为父皇会舍不得这么好看的妃子，总算理解为什么人家都叫他暴君了。毕竟你父皇灭了8个国家，这8国的皇室都被俘虏了。虽然没处死他们，但是你父皇因为这些年征战，确实杀了不少人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父皇能让大秦在他这一代成就统一大业，已经很牛逼了。恭喜宿主吃官完成，奖励10个大秦气运值。气运值是什么东西啊？宿主能降生在这儿是个意外，原本你父皇这辈子是没有子嗣的，后来就过继了一个儿子，没想到那个儿子不学无术，导致2世而亡。宿主吃瓜增加气运值，可以扭转大秦灭国的运势。这瓜必须得吃啊！现在我可是父皇的崽，要是气运值不够，岂不是要在我身上灭国？宿主理解的没错。公主呢？回陛下，公主和贵人安排在陛下的寝宫了。回寝宫。齐吴刚跟宫女给小公主洗完澡，裹在真丝绣花的小被子里，露出圆乎乎的脑袋。娘亲收拾后比那个贵妃更好看哎，也不知道父皇是什么眼光，放着好好的娘亲不宠着。娘亲抱抱，我很喜欢你啊。见过陛下。抱着公主就不用请安了。谢陛下。来，父皇抱抱。呀，绿油油的父皇回来了。陛下一定能听到女儿的心声的。陛下，公主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娘亲你怎么跪下了？古代就是这一点不好，动不动就跪，好讨厌啊！父皇你干什么要吓唬娘亲啊？当皇帝了不起啊？再说娘亲又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被绿不要拿着娘亲撒气啊！哎，我好像听到老鼠的声音，奇怪，这皇宫里还有老鼠吗？闺女，你可别说了，没看到你父皇都要气懵了。这是自己的崽，不能气。陛下，贵人生皇嗣有功，该封什么位分？齐吴生下皇嗣有功，各封为皇后。着钦天监和礼部安排封后大典。我被封为了皇后，陛下，罪奴愧不敢当。怎么，你想委屈了朕的公主？皇后娘娘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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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父皇说的对，娘亲必须是皇后，要不然本公主还得叫旁人娘亲。娘亲你舍得吗？齐吴，谢过陛下。带皇后去坤宁宫，朕要陪公主玩会儿，天天乖，父皇亲亲。不要靠过来，滚你个老逼灯，你的胡子好扎人。去，给朕将胡子刮了。陛下，小公主奶娘安排好了，一共3位，让他们好生照顾公主。是。陛下，国师求见。见过陛下。不用行礼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有事要问你。陛下，
臣也能听到小公主的心声。国师怎么看？陛下，臣勘测公主乃上天赐福陛下的子嗣，对大秦的气运有影响，还请陛下好好护佑公主。待公主能说话了，或许就听不到心声了。既如此，若是有人敢智慧公主，国师可知如何做？臣晓得。皇后娘娘，小公主陛下照看着，肯定没事的。我们先回宫吧。父皇醒了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尿床了？我完全控制不住啊！父皇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皇帝摸了一把水渍，却拿过来闻了一下。朕闺女的，朕不嫌弃。来人，给公主清理一下。陛下，该上朝了。皇帝想起上朝的时候，诸位大臣竟然劝他收养其他的子嗣，于是一把抱起公主就去上朝了。陛下抱着小公主做甚？这难道是要抱着小公主去上朝？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迎身。耶，陛下的胡子呢？这成何体统啊？这是朕的刚出生的公主嬴傲天，朕的第一个皇嗣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陛下真有皇嗣了！恭喜陛下，喜得小公主。朕的公主是不是很像朕呢？看这眉毛，从小就霸气。朕的闺女就是好看。朕决定封长公主嬴傲天为皇太女，入主东宫。尔等要悉心教导皇太女。什么？陛下要封公主为皇太女？这怎么行？不可！陛下，公主乃女子，怎可封为皇太女？岂不是乱了纲常？这个老匹夫，就他事多，动不动就出来谏言。要是以前，朕早就砍了这些言官。朕说公主可以就可以，若是陛下执意如此，臣当死谏到底。陛下，女子不可当政。公主虽是陛下第一个子嗣，但终究不是皇子。陛下还是应尽早过继一个皇子为上策。陛下，小公主若是为皇太女，岂不是牝鸡可乘，阴阳失调，天下将要天下大乱呀！好吵，什么玩意儿在那叽叽喳喳的，还牝鸡司晨，天下大乱，这不是封建余孽吗？哪来的小孩声音？这大殿唯一的小孩就是陛下怀里的小公主，难道这是小公主的心声？不会这些人都能听到闺女的心声吧？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小公主的心声。他怎么说不出话来？其他想要说话的众人发现也说不出来。哎，这个糟老头的激动什么？看我父皇干什么？父皇，他是不是想要造反啊？怎么这么吓人？陛下，公主就是妖孽，还请陛下诛杀公主。这些人要杀本公主，有病啊！我可是父皇唯一的崽，他竟然鼓动父皇杀我，这不是让父皇绝后吗？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888，这个御史大夫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宿主，解锁惊天大瓜，就是这个御史大夫的。快打开！这是朕的唯一的皇嗣。御史大夫是何居心呢？竟然撺掇众人诛杀朕的太女，朕看你就是居心不良。陛下，此妖孽祸乱朝纲，臣忠君爱国，以死明志，求陛下诛杀此妖孽。这个人就是人渣，口口声声忠君爱国，却贪污了江南赈灾银子800万两，导致西南百姓饿死无数。现在西南大乱，起义军都打到了临安府，他
他哪来的脸说忠君爱国？这个妖孽是怎么知道的？陛下，臣没有贪污江南赈灾的银子。我怎么将此事说了出来？这不就是不打自招了吗？这个人竟然不打自招，笑死我了！父皇，你赶紧让人去查查，整个御史台都黑得很。他们御史台官官相护，很多都是这个御史大夫安排进来的，为了得到官位，给御史大夫塞了不少银子呢。陛下明察，绝无此事，绝无此事啊！嘿，父皇，你快让人去查查，银子都藏在他的府上里，他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银子做的，真是黑心透了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臣是冤枉的。来人，将御史大夫拿下，叫刑部和大理寺查办，御史台所有官员撤职查办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陛下息怒。宿主吃瓜难尝，奖励大型气运值10。朕只有一个皇嗣，就是皇太女。尔等还有何意见？陛下，臣勘测小公主乃天神下凡，是我大秦的祥瑞。小公主若为皇太女，大秦可气运连绵万世。这国师的嘴还真是骗人的鬼，连绵万世，我岂不是万年王八了？他是怎么说出口的？陛下，皇太女乃天命所归，吾等将尽心辅佐皇太女。皇太女好啊，牛头马面没有坑他，果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！呀，真是太好了，果然投了一个好胎啊！父皇是个好父皇，就是父皇有点惨，被那个贵妃搞得差点绝嗣，跟那个奸夫平阳王还给父皇戴了这么一顶大绿帽子。唉，父皇，我好心疼你哦。小公主的心声是真的？那贵妃真的给陛下戴了绿帽子？父皇，你捂我嘴干嘛？我要憋死了啊！皇帝当即站了起来，说了一句散朝，当即抱着小公主就溜了。难怪燕国皇室和平阳王9族被灭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陛下真是惨啊！没想到陛下这么久没有子嗣，都是贵妃搞的。听说昨个贵妃就被凌迟处死了。我就说那些八国余孽不能留。咱们小公主果然是神仙下凡，竟无所不知。国师说的对呀，皇太女乃天命所归。父皇，这早朝结束的这么早啊？你说你图什么？起得那么早来上朝，就不能朝9晚5吗？没想到古代上朝也这么卷。父皇你好惨，父皇你看你的脸色都变得这么差，像吃了屎一样。父皇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抱稳我啊！你没有带娃经验，别摔到我啊！小公主你可别说了，没看到陛下都要快气疯了。皇帝没有回御书房，而是去了坤宁宫。皇后娘娘，先用早膳吧，本宫吃不下，也不知公主现在怎么样了。陛下驾到！见过陛下。娘亲，一晚上没见，有没有想我？刚才父皇带我去上朝嘞，我还看到了好多大臣，还有个御史大夫，好讨厌，竟然说我是妖孽，他有毛病啊！那御史大夫怎么会忽然说这个？难道其他人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？陛下，是不是小天惹陛下不高兴了？没有啊，娘亲，不是我惹的父皇，是那个御史大夫，他竟然自曝自己贪污赈灾银子，还收受贿赂卖官，父皇都要气死了。公主没惹朕生气，是御史台那群老匹夫。对了，皇后收拾下，午膳后随朕去太庙。傲天是朕唯一的子嗣，朕已经封傲天为皇太女，朕要带着皇太女告慰列祖列宗。什么？陛下封女儿为皇太女？陛下，
公主还尚小，若是以后陛下还有皇子出生，到时候再……怎么，朕的决定还要皇后智慧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担忧。有朕做皇太女的靠山，谁敢？虽然但是当这个皇太女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挺好的。但是我一点不想像父皇这样成为加班狗啊！父皇，你要不要跟娘亲努力一下，再造一个出来？皇后让人上膳，但尹傲天看着满桌子的美食都要馋哭了。我想吃酱肘子，还有水晶虾饺，还有奶茶、肯德基、麦当劳。我可太惨了。陛下，老奴安排好了，可是现在前往太庙。好呀，父皇出宫原来这么有排面啊！光队伍就足上万人，哇，感觉本公主到达了人生巅峰。停下！皇帝这是要做什么去？回母后，皇太女刚刚出生，朕带她去见一下列祖列宗。荒唐！一个公主而已，何以成太女？怎可入太庙祭祀祖宗？哀家不许！此事太后说了不算，朕已经下旨，将傲天封为皇太女，这是朕唯一的子嗣，自然可以见列祖列宗。宿主，今天大瓜，这个太后的瓜相当的炸裂，快看看！我操，这也太炸裂了！他还要不要脸？竟然还敢这么说父皇，难怪他以前老跑出宫去，原来在外面的行宫里养了面首，还生了2个崽，真是老不休。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？而且对我的事还知道得这么清楚，难道是他的心声？这是妖孽呀！皇帝，刚才是……太后发现，竟然说不出来。来人，将这个妖孽杀了！谁敢？这个太后疯了！再说我也是你的孙女，你竟然让人杀了我！不对，虽然父皇不是你亲生的，但是名义上你也是父皇的母后哎。父皇哪里对你不好了？你竟然想等着父皇嘎了后，让自己的2个崽继位，好歹我也是父皇的子嗣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你还好意思说我无颜见列祖列宗？你特么的就有脸了，还让面首的儿子继位，我呸！皇儿，母后没有面首，也没有生下2个子嗣。来人，将那个面兽和2个孽畜带来。皇帝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！父皇，他的2个崽就在慈宁宫呢，真够大胆的，竟然养在了宫里。他今天出去还跟面首谋划，那个面首还在郊外养了不少兵。很快就将太后的2个私生子带了出来。娘亲！ 2个小孩子被提溜着扔在了地上。皇后带着皇太女先行去太庙。是，陛下。啊，这就不能等等吗？我还要吃瓜哎！父皇！哎呀，女儿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型气运值50。这个瓜的气运值这么高？这个太后准备抽补，成功率将近70%。一旦成功，那大型皇室就会易主，你父皇打下的江山就土崩瓦解了。原来如此，皇帝，哀家求你了，哀家同意皇太女去太庙，哀家不会让他们影响皇帝的皇位。皇帝，你饶了！但皇帝还是举起剑，直接刺死了太后的2个孩子。我的儿啊！太后病了，需要静养。自今日起，游居慈宁宫，任何人不可探望。暴君，你就是暴君，杀人如麻，连2个孩子都不放过。就算你成了皇帝又如何？哀家诅咒你，你那个妖孽！李连海，派禁卫军前往城郊剿匪。是，陛下。闺女真好。父皇怎么还没来？我都困了。娘亲，外面好晒啊，我们要不要先去太庙里面啊？怎么没进去等着？晒着朕的宝贝女儿了呀！父皇
皇你来啦！父皇你不要难过哦，太后不心疼父皇，我心疼父皇哦。父皇不哭，你虽然没了娘亲，但是你有我娘亲啊，还有我。走，父皇带傲天去见见列祖列宗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朕喜获麟儿傲天，特带来祭拜祖宗。朕就一个皇嗣，所以封傲天为皇太女，望祖宗保佑皇太女。皇太女？鹰眼搞什么？这女娃娃怎能成为储君？太祖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希望咱们大秦绝嗣吗？虽然赢钱挺争气，统一八国，攻过三皇五帝，但是他子嗣连保啊，他可以过继你家老二当皇嗣啊。他们是宿主，他们是历代大秦皇帝的灵体，因为香火供奉，再加上你父皇争气，才让他们有了灵体。不过大秦气运将尽的时候，他们也就没了。那岂不是他们能不能活就掌握在我的手里了？啊，对，原则上没有问题。也不知道列祖列宗们有什么瓜。还真有，我给你扒拉一下。太祖爷爷这太好玩了吧！当初他在楚国为质的时候，因为长得比较帅，为了狗命，竟然抱上了楚国皇后的大腿，还给楚国皇帝戴了绿帽子。不得不说，太祖爷爷狗命有一手。女儿在列祖列宗面前这样腹诽，不好吧？太祖当年还有这事儿，怎么史官没有记载？这奶娃娃怎么知道？其他皇帝七嘴八舌起来。不是，父皇你还有这性力啊？那楚国皇后有没有生下父皇的子嗣？还是皇爷爷厉害，要不是皇爷爷会狗，也没有我们后来的大秦了。太祖牛逼呀！我要向太祖学习。太宗爷爷竟然有脚气，还传染了整个后宫，导致整个后宫臭气熏天。直到他儿子继位，宫里才没有那么臭了。还好他儿子从来都不穿袜子，不然太惨了。父皇的爷爷哪里是爱妻人设，他那是妻管严，还喜欢跟老婆玩游戏，最喜欢就是挨小皮鞭和跪搓衣板。原来你是这样的皇帝。皇爷爷这个更好笑，他竟然有夜游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吃货，大半夜跑去御膳房去抓鸡，暗卫还不敢叫醒他，于是满皇宫的飞，抓完鸡后还杀了做鸡汤，导致皇宫后妃吃鸡汤都要吃吐了，但是大家都没跟说，他倒霉了都不知道。这简直就是个小祖宗啊！他能不能别说了？那个，要是赢钱以前没有皇嗣还好，现在有了，当然还是自己家孩子继承啊。还别说，这奶娃娃长得真有福气，真喜欢。寡人也缺德，女娃娃就女娃娃吧，女娃娃怎么就不能成为皇太女？太祖说的对，皇太女就是咱们大秦的皇储。列祖列宗们连忙躲进了牌位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6。哎，爷爷们怎么都没了？你们别走呀，我还没有吃完瓜呢。你们都说我是皇储了，没事来找我玩啊。什么？刚才闺女是看到了列祖列宗？难怪闺女知道那么多列祖列宗的瓜。老天，这是咱们大秦先祖。咱们大秦之所以如此雄壮，都是历代先祖的努力，我大秦才能奋6世之余烈，灭8国而统一天下。不愧是我大秦的先祖，以后傲天也会努力的。傲天呐，你是我大秦的皇太女，亦是大秦的皇储。父皇希望你继承先祖之遗志，将我大秦昌盛万世。啊，父
父皇这是给我画饼吗？我还是刚出生1天的崽，你要不要这样揠苗助长？我就是个公主，等本宫上了皇子，这皇储是谁还不一定呢。见皇帝回来，陛下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臣妾许久都没见您，想死您了。别吓到朕的闺女。哎呀，这就是皇太女呀，真可爱，臣妾也好喜欢。陛下，晚上来臣妾宫里，臣妾也想给陛下生一个这样可爱的皇子。朕今日乏了，你先回吧。陛下，淑妃娘娘，请回吧。怎么这么烫？陛下，皇太女的额头好烫啊！老天，醒醒，是父皇！哎，父皇怎么有2个脑袋了？啊，不对，3个、4个、5个，好头晕哦！快叫御医！见过陛下，臣。别废话，快来给太女看看。陛下，太女这是中毒之兆。什么？中毒？太女可有生命危险？回陛下，太女中毒不深，只是难在不知道中的何毒。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暗害朕的皇嗣？陛下，奴婢的奶水是干净的，陛下可以让太医查验。我这是中毒了？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，你确实是中毒，只不过这毒也不算是毒吧，其实是一种催情药，叫欢宜香。我操，这不是刚才的父皇的妃子吗？搞什么？这个淑妃有病啊，竟然将身上涂满了欢宜香来见父皇。父皇没事，连累了我啊！我才是出生1天的崽啊！陛下，臣知道怎么解了。太医让人拿来湿的毛巾给皇太女擦拭，来回擦拭了2次后，总算太女身上的温度恢复正常了。太女可是好了？回陛下，太女现在体温已经正常，但是得注意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太女毕竟刚出生，还很娇弱。太吓人了，我就是吸了2口就差点没了。要是父皇天天用这玩意，岂不是要不了多久就嘎了？难怪父皇一直没有子嗣，父皇也太惨了。来人，淑妃心术不正，褫夺妃位，降为嫔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呀，父皇猜到是谁啦？可吓到父皇了。天天不怕，父皇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父皇真好，我发现父皇刮了胡子后真帅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获得大秦气运值10。这也能获得气运值？啊，对，毕竟宿主要是因为欢宜香嘎了的话，你父皇就绝嗣啦。我怎么感觉自己现在嘎嘣脆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变得强壮点？宿主，你多吃瓜，开启气运值商城后，你可以兑换物资。皇后娘娘，您慢点，皇太女已经没事了，真的。小天怎么样了？可吓死娘亲了。御医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娘亲别担心，我没事了，刚才就是中了点催情药。什么？陛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，刚才是淑妃来了，她身上的欢宜香让闺女不小心闻到了一点儿。在宫里竟然用这等东西，陛下怎么不管着点？这次幸好小天只是闻到了一点，陛下常年用这个，小天在陛下身边不合适，臣妾还是先带小天回坤宁宫了。皇后说完，抱着女儿就跑。什么叫朕一直用这个东西？朕也是受害者呀！去，将淑妃打入冷宫。是。娘娘，淑妃被陛下打入冷宫了。这淑妃竟然敢在宫里用这等下作的东西，活该打入冷宫。通知下去，若是后宫谁敢再用，别怪本宫不客气。娘亲威武啊！娘亲越来越有皇后的样子了，娘亲抱抱。父皇去上朝啊！带着我，带着我，我要去吃瓜。小声点，别吵醒你母后。众卿平身。陛下，
您现在子嗣只有一个皇太女，应多宠幸后宫，这样才能子嗣绵延。父皇，他在嘲讽你不行，是你后宫不够多吗？礼部尚书有这个闲心，不如好好教教你的女儿。宿主，这个礼部尚书就是淑妃的父亲。看他一本正经，没想到我差点被他女儿搞死，他有什么瓜吗？呀！陛下，臣忠言逆耳，陛下子嗣绵延，才能社稷稳定。虽然我父皇子嗣少，就我一个崽，但至少我是父皇亲生的，不像老头你宠幸的妻妾那么多，但是一个崽都不是你的。礼部尚书的崽都不是他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他震惊地看向陛下怀里的皇太女，当即就要反驳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他在自言自语什么？父皇，我感觉他不但生育不正常，脑子也不正常。他家里可乱了，老婆和小妾都知道他不行，因为他重视子嗣，所以动不动就给他戴绿帽子，真惨。那么多崽，一个都不是他的。礼部尚书眼前一黑，就直接昏死了过去。崔大人，这崔大人可太惨了，他家里有8个儿子6个女儿，没想到啊。他还敢说皇太女？没听到陛下生气啦？完了，那跟崔家联姻的岂不是倒大霉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老夫这一辈子啊！淑妃昨日竟然对朕用欢宜香，导致皇太女中毒，如此心术不正，朕已经将淑妃打入冷宫，礼部尚书教女不严，官降3级。陛下，淑妃也是为了陛下子嗣着想，情有可原呀，求陛下宽恕淑妃。这个老头还给淑妃求情，可惜了，淑妃也不是他的崽。什么？崔大人今日身体不适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父皇现在是不是安慰极了？这个礼部尚书的绿帽子可比父皇多了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5。哎呀，还是上朝好啊，看着满朝的瓜田。下一个该吃谁的瓜呢？瓜？什么是瓜？丞相家的崽。不会丞相家的崽也不是他的吧？倒是他亲生的，不过他的这个崽跟他老爹一样，就喜欢风流少妇，所以丞相老头的后院简直是他儿子的天堂。除了他娘，丞相的小妾都被他儿子给霍霍了。丞相感觉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下去。丞相大人，你稳住啊！虽然丞相的儿子是他亲生的，但是他的闺女都不是哎，笑死我了！他的闺女竟然都是他的孙女，估计丞相老头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自己的儿子戴绿帽子吧？幸好丞相老头不知道。现在丞相知道了，陛下，老臣身子不适，先告假一日。既如此，丞相就先回去好好休息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我还没吃完瓜呢。皇太女说的一定是真的，没想到丞相一世英名竟然栽到自己儿子手里了。还真别说，这丞相后宅的小妾可是个个风情万种。哎，丞相可就这一个儿子，这下好了，也不知道丞相会怎么处置这个儿子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5。我操，这可比吃娱乐圈的瓜爽多了。谁能想到这些上朝的臣子看起来一个个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底下的瓜那么多。宿主，你现在是不是体会到人家的好啦？好，非常的好。
部尚书家宅混乱，尚书虑之，无一子嗣，惨呐！丞相爱风流少妇，其子随其姓，家中妾室父子共享，其女便其孙。陛下，臣在城郊发现废齐皇室安排的募兵，已经全部拿下，还请陛下发落。废弃皇室，那不是太后的娘家。陛下，八国皇室俘虏蠢蠢欲动，臣建议应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臣复议，请陛下严惩废齐皇室。臣不这么认为。陛下刚灭八国，天下百姓人心惶惶，陛下需要实行仁政，这废齐皇室都蹬鼻子上脸了。你这老匹夫，没看到他们都开始在城郊屯兵了？这也是废齐皇室，又不是其他国的皇室也这样。这个兵部尚书还怪好心的嘞，可是人家都跟太后生了崽崽，要不是父皇有了我，人家都想父皇驾崩后直接扶持自己崽崽上位了。你好心人家不领情啊！既然八国皇室无法教化，意图撺掇太后造反，朕决议将八国皇室贬为庶民，若不服从者，就拉去北狱修长城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那废齐皇室如何处置？废齐皇室，满门斩首。是。对了，太后的面首长得什么样？这个面首长得也不好看啊，还没有父王1/10英俊，也不知道太后是什么眼光。不过这面首还挺有来头的，竟然是废齐老皇帝的孙子。他原本是来大秦当质子的，是废齐太子的长子于允，没想到家也没回去就被灭国了。陛下，臣突然想起废齐太子的长子于允曾经在大秦为人质，不知此人是否也在？是，尚未发现此人。此人巧舌如簧，复国之心不死，务必找到此人，就地处死。呀，太师记性真好，父皇你真不做人啊！人家太师都这么大年纪来了还来上朝，是不是我父皇压榨你啊，老头？太师年纪很大吗？陛下，皇太女既然是皇储，启蒙教育必然是少不得的。臣自荐为皇太女的启蒙老师，待皇太女满月后，就给皇太女讲学。什么？你个老不要脸的！亏我觉得父皇压榨你，你恩将仇报。既然精力这么旺盛，父皇你不是说要教化其他八国的子民吗？现在大一统，是不是该统一思想，统一文字？我觉得这个老头就非常适合。皇太女尚小，等皇太女再大一些吧。还是父皇爱我，父皇爸爸。待公主的脸蛋就亲。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陛下吗？陛下，关于教化八国子民之事，臣有一计。太师请讲。好困了，本来还想吃太师老头的瓜，吃不动啦。什么？刚才皇太女要吃我的瓜？陛下，皇太女说的对，统一八国就得先统一思想，统一文字。若是之前的子民都用之前国家的，谈何教化？事不宜迟，臣认为应统一先用一种文字，将之前列国无用书籍全部烧了，以此教化民族统一思想。
此事可行。臣也认为太师此言甚对，臣等支持。臣附议。此事重大，关乎我大秦万世统一。太师，你同翰林院学士一起主导此事，尽快在1个月内出方案，而后普及各个郡县。是，咱们这皇太女可了不得，竟然晓得统一文字，统一思想，老臣佩服啊！那必须，国师不是说了吗？皇太女是天生转世。不过老夫更对皇太女抱的瓜更感兴趣。这礼部尚书家现在一定很热闹，走，看看去。老夫还是对丞相感兴趣。不得不说，丞相的儿子果然随他呀。那不是史官大人，你等等老夫，我们一起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冲撞本公主？就看到那女子伸手一巴掌就要打过来，青树连忙挡在了前面。混账东西，竟然敢挡着本公主，找死！安平公主，这是皇后娘娘，见了皇后娘娘还不行礼？皇后？哪门子皇后？本公主怎么不记得皇兄赐封皇后了？皇后生下皇太女有功，被陛下亲封为皇后。公主近日不常入宫，所以不知。皇太女？哼，皇兄这是糊涂了，区区一个公主凭什么成为皇太女啊？如果一个丫头片子也能成为皇太女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当皇帝？公主，就是因为陛下带着刚出生的公主去太庙祭祖，太后娘娘不同意，才被陛下幽禁了。竟然是因为你生了贱种，害得母后被幽禁。来人，给我打！本宫是大秦的皇后，谁敢？旁人不敢，本公主敢。本公主今日就要教训你这个勾引陛下的狐妹子！住手！吾皇万岁万岁！皇后刚要行礼，就被皇帝扶住了。可有受伤？陛下，这是在关心我？未曾。陛下，公主刚才撞的皇后，二话不说就对皇后无礼，还说皇太女就是个丫头片子，不配为皇太女。她因为太后被幽禁，迁怒皇后。皇兄，你怎可因为一个公主就幽禁了母后？这样你让世人怎么看你啊？这个皇后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狐妹子，一定是她魅惑了皇兄。一个丫头片子本就不配为皇太女。吵死了！丫头片子怎么了？你特么不是丫头片子吗？都是公主，何苦为难公主？哪里来的婴儿声音？皇兄这是小孽，为什么我都说不出来？他在那逼逼什么？你生气也没用，谁让我是父皇唯一的崽？我不当皇太女谁当？你羡慕嫉妒也没用，你要是不服，找你父皇去啊！呀，忘记了，你父皇早就嘎了，你没得机会了。不过就算有也不行啊，你母后是齐国人，你父皇怎么会让齐国的后代成为皇帝？得亏你是个公主，不然按照皇爷爷的尿性，你早就嘎了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他不是妖孽是什么？皇兄，母后只是为大秦的江山社稷着想，并没有其他意思，求皇兄放母后出来吧。你求我父皇也没用啊，太后被关起来可不就是因为你？是你母后不做人，非要跟面首搞在一起，还生了俩崽。那个面首还是齐国皇室的人，打算跟太后密谋，等父皇嘎了后，让他们的崽继承皇位呢。什么？母后和那个人竟然生了2个孩子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人明明说让母后支持我成为……你母后跟废齐皇室意图谋反，罪有应得。不可能，母后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那人他不会是认识那个面首吧？尹傲天把888叫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瓜？宿主，你果然对瓜有敏锐的嗅觉，确实有大瓜。这也太狗血了吧！安平公主府里养了很多幕僚，这个齐国质子于允找不到出路就去了，但是却是自荐整席的。安平公主用着不错，那个时候皇爷爷刚死，就被他推荐给了太后。那岂不是太后是那个面首的姑姑？
我操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这生的崽不是智障？幸好不是朕老母。确实挺狗血的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你就是这个工具人，你母后压根就没想过你，只想让面首生的崽继位。我说你怎么忽然进宫了？原来那个面首藏到你宫中府去了，还怂恿你救下太后，其实就是想救自己的孩子。太后死不死他才不管，你还以为那个面首是真爱？你傻不傻？他怎可如此欺本公主？他不欺你欺谁啊？你就是一个恋爱脑，还为了他把你的驸马都打残了，你驸马可真倒霉。为其至死于允，可在你公主府？没有，皇兄他不是这样的人。皇兄，我求你饶他一命。恋爱脑没救了。来人，查抄公主府，安平公主勾结废弃皇室，贬为庶人。公主府所有人等，发配宁古塔。皇兄，安平再也不敢了。皇兄，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10。公主和公主一个样吗？我可是父皇唯一的崽，还敢跟我斗？还是朕的闺女聪明可爱。父皇亲亲。你有完没完？娘亲，快救我！陛下还未用膳吧？太女也该饿了。皇帝点了下头，将银傲天不舍地交给了皇后。还是娘亲的怀抱舒服。娘亲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吃了好多好玩的瓜。那个礼部尚书老头还让父皇多多宠幸后宫，说什么多宠幸后宫就能生更多的崽出来。要是我父皇能搞出来，他会差点绝嗣。闺女，你吃瓜能不能别带上父皇啊？不过那个老头可倒霉了，父皇虽然就只有我一个崽，但至少我是亲生，比他可强多了。他家里那么多崽，没有一个是他的。这么想，我父皇的脑袋还不算绿油油的。那个礼部尚书可以称得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这么说，朕确实好很多。还有如此奇葩之事？啊，对了，娘亲，那个淑妃也不是他的崽。嘿嘿，笑死了，跟他家联姻的估计要倒霉了。天天应该饿了。皇后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啊，陛下说的是。娘亲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你不知道丞相老头家的瓜更好玩，他喜欢风流少妇，结果他儿子继承了他爹的传统，竟然霍霍了他所有的小娘。可惜丞相到现在还不知道，要是知道，估计得气死吧。闺女，丞相现在估计已经知道了。皇帝跟皇后用膳。为什么我重生就是个人类幼崽，不能吃东西，简直是对我最大的折磨。我想念我的奶茶、汉堡、薯条。宿主，你要不要吃瓜转移一下注意力？好，我现在一闭眼就是垃圾食品的味道。你先跟我说说礼部尚书老头回家去后如何了？礼部尚书家可热闹啦。听说过后宅给主家戴绿帽子的，但是从未听说过如此规模的戴绿帽行为啊！这礼部尚书真是太惨了，一个崽都不是他的呀。听说宫里的淑妃也不是呢。看到那几个没，那是嫁出去的姑娘，都给送回来了。许亲的也都来退亲了。这尚书家怕是要绝后了。还尚书什么呀？淑妃在宫里得罪了陛下，被陛下打入了冷宫，礼部尚书官降3级了。惨，真惨！礼部尚书的门口那么多看热闹的，不能当众吃花，真是好可惜。这下看你还嘲讽我父皇吧，这老头现在也是绝嗣大队的一员了。啊，不对，我父皇还有我这个崽。这边看完了，我再看看丞相老头家。史官大人，这个位置好，方便你吃瓜。多谢太尉。爹，我这也是随了你。那么些小娘，你忍心让人家独守空房？再说你年纪也大了，便宜儿子也比便宜旁人强，不是？
丞相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那也是老子的婆娘，老子今日就打死你！哎，爹，咱家可就我一根独苗，你打死了我，你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？丞相心里咯噔一声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栽倒在了地上。呀，丞相不会气死了吧？爹，你没事吧？老子宰了你个混账！不得不说，丞相老头真是老当益壮，这都没气死，嘿嘿，笑死我了。用完膳了，走，跟父皇去御书房。父皇，你是个加班狗，叫上我干啥？我不去，你太无聊了，除了批阅奏章就是批阅奏章。我不要。陛下，大将军蒙冤求见。末将幸不辱命，北击匈奴，将匈奴主将斩首，俘虏匈奴降兵3000，请陛下发落。哇，好帅！父皇，这个大将军比你还帅哦，还以为将军都长得粗犷，没想到这个那么帅。这是婴儿的声音，难道陛下有指示啦？将军此番立下大功，便赏。父皇怎么不说话了？这个小哥哥真好看啊！父皇天天很喜欢他。要不封为太女的南妃？不行，蒙渊太老了，等闺女长大，蒙渊就老得不成样子了。但是蒙渊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那用什么来桎梏他？陛下这是刺激我了，可我知道没有陛下的赏识，哪来我如今的地位？而且陛下是明君。陛下，末将不求赏赐，但是末将有个不情之请。说。陛下，末将多年征战在外，而今年纪也不小了，蒙家就末将一脉单传，还请陛下赐婚，让末将能在京城安享晚年。这大将军还是满满的求生欲，还以为他年轻气盛，要跟父皇要爵位。不过他这战功完全没问题啊，没想到竟然跟父皇讨老婆。皇四是真懂他呀，就是不知道皇四是个公主还是皇子。是朕不好，一直让蒙将军出征，忘记蒙家只有你一脉单传，可惜皇太女刚出生，不然朕倒是想你成为朕的女婿。皇太女，多谢陛下，末将不敢肖想太女，末将是个粗人，现在天下太平，末将家里尚有几亩地，想找个吃苦耐劳的农妇过相濡以沫的日子。就冲你这觉悟，父皇也不会嘎了你的。我父皇的朝堂一个个都年老色衰，好不容易有个帅哥，父皇你可千万不要瞎寻思。朕是那样的人吗？这公主说的太对了，回来前就听说陛下在削藩了，有兵权的将军兵权都被收回去了，这我能不怕吗？爸，有没有合适这个大将军的老婆？宿主，这个大将军有瓜呀，你要不要先看看？哎，快看看，这是我们看的吗？这还是那个威武挺拔的大将军？宿主，此人确实是蒙渊，那个时候他还挺惨的。贱人，进了我这楼里还由得了你？今日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这是醉月楼来的新货，还是个嫩雏。老规矩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00斤。200斤，500斤，10000斤。天哪，10000斤！这人可真有钱。来人是个女子，须是哪家小姐想要养男宠，将她抬到我房间。好嘞，客人，马上给您送上去。蒙渊被抬到了一个房间。我操，怎么是个男人啊？那岂不是蒙渊被一个男人给睡了？对呀，而且蒙渊还不知道自己被男人睡了，他倒是被下药了。原来你是这样的大将军，
啊，这上哪里给你找老婆？这不是为难我父皇吗？父皇，他那是找什么农妇？他喜欢的就是男人。什么？大将军喜欢男人？这怎么可能？陛下这么看着末将做甚？末将不喜欢男人。朕也不喜欢男人。你狡辩也没用。当年你被人拐卖到青楼，当年拍下你的就是个男人，但当时你被下药了，所以你不知道而已。不过你看起来很享受啊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要是让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拍死。皇帝一下为难了，这让朕如何赐婚呢？蒙冤将军，好好考虑下也不迟。到时候，朕再跟你好好参谋。陛下，东陵王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见过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东陵王今日所来何事？哇，这个东陵王长得真好看，他真的是个男子。宿主，他是你父皇最小的弟弟，确实是个男子。你看他的资料。这就是皇太女吧？听闻陛下有了皇嗣，臣弟特来祝贺皇兄。这就是朕的皇太女傲天，是不是很像朕呢？皇太女霸气外露，果然跟皇兄一模一样。相信一定跟皇兄一样，让我们大秦更加辉煌。这个小皇叔真狗。那是，朕的皇太女一定是最优秀的储君。大将军也回来啦。听说你前段时间北击匈奴，立下大功，恭喜大将军。皇兄，你得好好奖赏他才行啊。蒙冤抬起头来，就像那日拍卖下他的女子。末将不敢居功，多谢东陵王谬赞，末将愧不敢当。那不行，待会儿出宫，本王请你吃酒去。好久没有与你一起吃酒了，本王发现一处好玩的地方，带你一起去。东陵王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老想着玩。你母妃前几日还来求朕给你赐婚，给你找个王妃收收性子。皇兄，臣弟还年轻，不急不急。也不小了吧？小皇叔虽然是父皇一辈最小的，可是就是剩下你没有成亲了。也难怪你娘着急，你娘怕你再耽搁下去，跟父皇以前一样，绝嗣了怎么办？皇太女，你这样拿你父皇比喻好吗？宿主，你这个小皇叔有大瓜，绝对是你想不到的。啊，这小皇叔真的要绝嗣了，他竟然也喜欢男人。他怎么知道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个都断袖了？东陵王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若是不好意思跟朕说，朕让太医去东陵王府给你看看。陛下，臣弟真的无事，臣弟很好，非常的好。他确实挺好的，就是爱好有点特别，没想到他还有穿女装的时候。皇太女，你能别说了吗？可你这样，朕不好跟你母妃交代。怎么说，你也得娶个王妃不是？皇兄，臣弟有喜欢的人，只是臣弟不敢说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是父皇的弟弟，虽然你喜欢男人，但是你是东陵王，强娶豪夺不会。等等，让我看看小皇叔喜欢的是谁。皇太女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东陵王如此真心待一个人，末将相信一定会打动那人的。笑死我了！小皇叔，原来你喜欢的是蒙冤将军啊，难怪你老黏着人家。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也都喜欢男人，直接在一起不就好了？我把东陵王当兄弟，没想到他竟然想睡我。哎呀，没想到他的秘密还是被说出来了。
以后我还怎么找理由跟蒙渊一起喝酒啊？这让朕怎么疯？那个，蒙渊将军说的是真的吗？东陵啊，就当末将是放屁。小王叔，你哭什么啊？你又不是没睡过人家大将军。啊？什么？皇太女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蒙渊将军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什么啊？明明那次青楼拍下蒙渊将军的是你哎！你倒好，睡了人家跑路了，导致人家蒙渊将军还以为睡了一个强壮的姑娘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！好兄弟不但想睡我，而且已经睡了我呀！他看向东陵王，杀人的心都有了。蒙渊将军怎么忽然生气了？小皇叔做的这事虽然挺不道义的，但是人家当时拍下你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你是父皇的人啊。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是小官了。后来上朝，小叔看到你，才知道你是个将军哎。打那之后，小皇叔为了你，可再也没去逛楼子了，甚至连女装都不穿了，整天跟着你屁股后面。这是真的，我单相思也苦啊！一把将他扔在了地上。蒙渊将军，你也太不知道怜香惜玉了。再说，当年你也很享受哎，你自己歪歪的时候，都是想象自己是下面的。冤枉呀！我那想象的也是个女子呀。真的？那个，朕就……那好吧，关于封赏之事，容朕好好想想。封赏你们在一起算了。陛下，末将跟东陵王有些话说，先行告退。直接提溜起东陵王就往御书房外走。蒙渊，你慢点，你弄疼我了。娇滴滴的小皇叔怎么就是上面的？奇怪，小皇叔是怎么有穿女装的癖好的？闺女，这是从哪里知道的那么些瓜？你小皇叔可惜了，太妃怕是要失望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太奶奶当年就是太怂了，那姿色容冠6宫，皇爷爷对她也很好，但可惜她是南越的公主，注定小皇叔跟皇位无缘，所以他就给小皇叔打扮得像个姑娘，见人就说自己想要个公主。老实说，也亏了太奶奶这么做，才让小皇叔在当年皇位之争中活得好好的，还让小皇叔成了留在京城的王爷。好了，朕也该忙公务了。奶娘，带小公主下去吃奶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20。这种狗血瓜也有气运值。宿主，东陵王之事，要是皇帝处理不当，大将军要是黑化，可能会导致秦国大乱。好吧，确实，这蒙渊可是大秦的战神，只是没想到那么英武帅气的将军竟然是下面的，果然人不可貌相。陛下，查朝公主府发现了废齐太子长子于允，已经就地斩杀，其他皇室众人全部押到边关修长城。是。次日，皇帝捞起杨傲天就去上朝。礼部尚书官降3级，近日礼部侍郎应该会提封，听说尚书府昨日就搬空了。如此丢人的事，要是本官也无颜在京城待了。丞相病倒了，还让老夫给他请假呢。大将军蒙渊回来了，此次立下汗马功劳，也不知道陛下该如何封赏。陛下到！陛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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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太女千岁！千岁！千岁！呀，上朝啦！众卿平身。哎，丞相老头呢？陛下，丞相病了，让臣替他告假3日。而
这不会是被他儿子气的吧？也不知道最后他怎么处理的他儿子。宿主，你说的对，丞相确实是被气病了，还差点偏瘫呢。没想到啊，丞相竟然妥协了，除了他老婆，竟然把相府的小妾全都给了他的儿子。也难怪，毕竟他现在年纪大了，万一真的瘫了，可就苦了他的小妾，索性就直接给了他儿子。但是丞相老头又气不过，还是把儿子的一条腿打断了。嗨，反正满城皆知了，他儿子这样也娶不到媳妇，这下好了，不缺媳妇了。丞相老了，也该换人了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因为御史台贪没江南赈灾粮的银子，江南赈灾粮无法及时发放，导致江南暴乱，还请陛下速速派人镇压。陛下，末将愿意前往。他这是躲着自己？蒙元将军，你要是去了，小皇叔怎么办？小皇叔可是刚盼着你回来，也不知道昨日你们出宫后有没有互相表白啊？明明你们互相喜欢。什么？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皇太女说的是真的，难怪老见东陵王往将军府跑，原来两个人是这样的关系。听说这东陵王以前喜欢女装，这不意外呀，没准儿两个人早就一起了。嗨，将军这么威武，一定是上面的那个。幸好老夫没答应太妃的要求，太妃现在想东陵王赶紧成亲，想疯了。我看看昨天大将军和小叔回去说了什么。朕考虑一下，毕竟蒙元将军刚回来。陛下，末将忧心江南之事，末将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前往江南平乱。这就是想躲着小皇叔，没想到你们回去就滚了啊！小皇叔好厉害啊，竟然这次又是上面的。阿渊，对不起。混账，你竟然如此欺我，我杀了你！阿渊，你要是生气就打我吧，是我不好，我任由你处置。不对的，我明明喜欢的是女子，怎会是这硬邦邦的男人？滚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阿渊，你别这样，要不你也睡我？睡他？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不要抛开我好不好？若你真的要走，那就杀了我，不然我就会继续。不得不说，小皇叔太狡诈了，难怪蒙渊又被套路了。蒙渊你是一点都不争气，他哭你就心软啊？你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小皇叔？他就是个赤果果的绿茶。哎呦，这大将军可是大秦的战神呐，8国中可是灭了6国，这手里的性命数不胜数，妥妥的铁石心肠。这怎么会就因为东陵王一哭就屈居人下？这两个人是要成啊！之前朕还不知道如何治顾蒙渊，这东陵王反正不学无术，正好用来牵制蒙渊。而且两个人都是男人，以后也不会有子嗣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既如此，那就辛苦蒙渊将军跑一趟了。完了，小皇叔要被抛弃了，你这是不是太心急了？太妃奶奶现在琢磨给你找王妃嘞，你要是娶了王妃，估计就再也不能跟蒙渊在一起了。陛下，臣弟愿意一同前往。臣弟不想像之前那般只知玩乐，臣弟也想为大秦贡献一份力。你是去追大将军吧？这蒙渊将军拉不下脸来，不如他助攻一下。东陵王有此心甚好，但是太妃一直担忧你的婚事，
等你娶了王妃，再为大秦尽心尽力也可。陛下，既然东陵王有此心，末将请求东陵王一同前往。呀，小皇叔有戏了！皇兄，你就答应臣弟吧。既如此，你二人就一起吧。陛下，事不宜迟，末将这就带东陵王出发了。众臣看着两人离开，刚才蒙元将军是不是吃错了，生怕父皇给小皇叔赐婚？不过小皇叔看起来尾巴都要翘起来了，哎，太妃奶奶要伤心了。小皇叔怕是以后都要绝嗣了。绝嗣好啊，他反正也没啥用，正好用来笼络蒙冤。差点忘了吃昨日太师的瓜。听到此话的太师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。太师年纪大了，莫要担心，臣会好好扶着太师的。不用，老夫行得正，站得直，不需要二位搀扶。我再也不觉得自己尿床丢人了。太师老头，你这么大年纪还尿床，嘿嘿，笑死我了。毕竟老头你也是，昨晚上你还因为尿床被你老婆赶出去跪搓衣板。这怎么办？我他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呀！他眼前一黑，真就栽了下去。太师，太医，快给太师看看呀！这太师老头一把年纪了，还来上朝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父皇你太不做人了，屎尿都控制不住了，还不放过人家。太师老头还行不行？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父皇，太师老头上朝期间昏死过去了，算不算工伤啊？皇太女还怪好嘞。现在国库银子不多，还是要省着点儿。当然不算，这才刚上朝，又不是让他们连夜操劳。御医，太师如何？这奇怪呀，我这都扎针好几次了，怎么太师还没有醒过来？回陛下，太师的脉象很是奇怪，许是年纪大了。臣建议让其他太医一起会诊。快将太师抬下去，让太医院的人来诊治。哎，太师老头昏倒了，身子骨这么硬吗？怎么腿伸得那么直？太师，你倒是装得像一点啊！出了大殿，太师推开侍卫，捂着脸就跑了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5。让我看看，接下来吃谁的瓜好呢？太尉、户部尚书、大理寺卿，还是……陛下，广陵王和其世子求见。宣。宿主，香喷喷的瓜来啦！臣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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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平身。谢陛下。臣听闻陛下有了皇嗣，特意赶来祝贺，恭喜陛下！啊，这好丑！天啊，父皇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兄弟？什么声音？这朝中怎么会有婴儿的声音？难道是皇帝怀里的皇嗣？这是妖孽呀！广陵王想说能听到皇嗣的心声，却不想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满朝的文武听不到吗？这是朕的皇太女傲天。傲天，这是你皇伯广陵王。陛下，公主这样使不得。广陵王，你想说什么？皇太女是陛下的唯一子嗣，臣是觉得皇太女这么小就成为储君，了不得呀！哼，这个黄伯伯还怪好嘞，虽然你长得丑了点，但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，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子嗣的。宿主，你要不要先不要说大话？嗨，这有什么？我可是皇太女，荫庇广陵王几个子孙而已。你先看看广陵王的资料。这
广陵王是个种猪吗？这么能生？我操，光儿子就108个，闺女就33个，这还不算夭折的。这还好我不会说话。闺女说的没错，这广陵王就是头猪。不过他生的崽多随他岂不是一丑丑一窝？不得不说广陵王的基因强大了，你看那个世子爷长得歪瓜裂枣的，简直不忍直视。这么想的话，还是父皇好，父皇知道质量比较重要的。这丑又不是我的错，明明都是一个父皇生的，我怎么就一点父皇的基因都没有？原来广陵王是这么来的。皇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北周为质子，北周公主觊觎皇爷爷美貌，竟然想要扮女婴上宫，还给皇爷爷下了药。皇爷爷不肯就范，打晕了北周公主就跑路了。没想到半路，皇爷爷被一个北周乡下的农妇捡尸了。也难怪他长得丑，主要是他娘长得丑。他娘因为容貌丑陋，都快40了，都没有找到夫家。没想到天上掉下一个好看帅气的皇爷爷，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捡了回去。皇爷爷也真是的，你当时跑什么？虽然那北周公主用的手段卑劣了一些，但至少人家北周公主长得不丑啊，你哭也没用啊。太上皇醒来后，一睁眼就看到满脸麻子的女人，差点就呕了出来，直接抱着衣服就跑了。尹傲天看着皇爷爷躲在树下哭得一塌糊涂。皇爷爷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过你得感谢广陵王的母亲，要不是他家住在北周的边境，你都逃回不了大秦。原来当年太上皇是这么回来的。不过太上皇这牺牲也太大了。皇爷爷不知道是不是气的，回来后没多久就继承了皇位，第一件事就伐北周，北周被打得好惨，差点就在皇爷爷在位的时候被灭国了。奇怪，皇爷爷当时都打到北周的都城了，怎么忽然间不打了呢？我操，原来是广陵王的母亲带着信物找到了皇爷爷，难怪皇爷爷撤兵了。当年皇爷爷跑路的时候，把大秦皇子的身份令牌丢在了农妇那里，后来那农妇生了一个儿子，也就是广陵王。当时3年过去了，农妇听说皇爷爷打来了，以为好日子来了，就带着儿子去认亲。皇爷爷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吃了屎一样。不过皇爷爷还是把他带了回去，还封了一个常在。但可惜了，这个农妇是享不了福的，回大秦的路上水土不服，就直接没了。可能是因为糟心，皇爷爷就把孩子扔给了当时父皇的母后教养。皇奶奶对广陵王挺好的，以至于广陵王一直以为皇奶奶是他的生母。但是皇爷爷下令，谁也不能提广陵王母妃的事情，这件事就被瞒了下来。直到广陵王长大了，长得越来越丑，才晓得皇奶奶不是他生母。果然上天不是完美的，黄伯伯的身世原来是这样的。丑就丑吧，但是你能生啊，也算一种补偿啦。皇太女，你这是夸人还是在损人呢？大家怎么都安静了？那个，广陵王许久没有回京，待会儿留下，一起用个家宴吧。谢陛下。家宴啊，好啊好啊！虽然广陵王父子不好看，但是他的王妃是真的好看。父皇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该下朝了。今日早朝就到这儿，暂朝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10。广陵王的瓜还能影响大秦的气运？宿主，你要是没出生的话，原本广陵王世子是要过继给你父皇的，人家可是差点就做了皇太子。
那倒真是，还好父皇当时犹豫了。父皇是不是因为广陵王世子太丑才拒绝的？还真是，但是没办法，广陵王当年是太上皇先太后养大的，所以还是很信任广陵王的。原来如此，皇帝就抱着皇太女下朝了，广陵王也带着世子跟了过去。皇帝还真是宠这个皇太女，也不知道皇帝怎么想的，不就是一个女娃子，能跟我比？皇帝过继自己，岂不是更好？皇后娘娘才是真的好看，臣妾都老了，哪能跟皇后娘娘比呀？广陵王妃当年的美名可是传遍了整个大秦呢，谁不知道你是咱们京城的才女啊？哎呦，皇后娘娘再夸，臣妾可就不好意思了。哎，王妃叹什么气？可是有什么事烦扰？娘娘，臣妾愁得慌，世子老大不小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说亲呢，也不知道皇后娘娘有什么合适的姑娘，给我家世子找个良配啊。这不是为难我娘亲吗？主要是广陵王世子实在是拿不出手啊，他长得那样，往那一站就吓得人家姑娘跑路了。闺女回来了。哎呦，哪来的婴儿声音啊？这个皇太女简直该死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见过皇后。起来吧，都是自家人。对，父皇说要一起家宴呢。难道就是皇后怀里的婴儿？皇后娘娘，这就是陛下刚出生的皇嗣呀！广陵王妃还真是好看，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是一看就是美人胚子。可惜这么个美人，那个广陵王世子真是一点都没有遗传。不得不说，黄伯伯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啊！皇太女还小，哦天哪，这是你广陵王家的皇伯母皇太女。陛下封一个公主为皇太女，那我的世子怎么办？皇太女长得真是喜人呐，以后一定是个美人胚子。那是当然，我父皇母后还是挺好看的，我以后也一定是美美的。朕的闺女当然是最好看的。用膳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广陵王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跟皇后聊起怎么生儿子的事情。朕无论以后有没有皇子，储君只会是皇太女。陛下，臣妇不是这个意思。父皇，虽然你宠我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黄伯母说的对，你要不要跟娘亲再生个崽崽出来？主要是我可不想像你每天都要忙得要死。陛下，王妃生了8个儿子，对此很有经验，王妃真的是好意呀。我操，难怪黄伯母老得这么快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能生。可是生男生女的问题跟女人确实没有关系，决定生男生女都是男人的问题，也就你们这些人愚昧，才怪给女人。嗨，跟他们说也不懂。父皇虽然只有我一个崽，要是父皇以后再有了崽崽还是闺女的话，那父皇可能天生就没有生儿子的基因。起来吧，今日家宴就到这儿吧。广陵王连忙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皇宫。王爷，那太女也太邪门了，我能……父王，那狗皇帝封了皇太女，岂不是就不会过继儿子了？先静观其变，其他藩王马上就要回京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谋事。走，陪父皇去御书房。皇后娘娘，内阁府总管来了。见过皇后娘娘，臣是来跟皇后娘娘商议一下帝后大婚的事情，但是礼部尚书刚刚被撤，臣只能来跟皇后娘娘商议此事了。好，看茶。臣见过陛下，皇太女，起身吧。礼部尚书所来何事？陛下，礼部尚书的任用以及御史台现在几乎空了，臣是来跟陛下商讨任用谁比较合适。
可有推荐的人员？礼部侍郎于成才勤恳多年，可以提拔一下。但是礼部侍郎还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御史台那边也是，大秦刚刚统一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是一人当3个用，实在是……竟然无人可用，难道我朝就没有科举吗？有科举选拔人才，几年就一茬一茬的人才，别告诉我大秦还没有科举。科举？啊？皇太女说的科举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是个问题，不知道除了科举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拔人才？果然没有科举啊，难怪人才紧缺。父皇，你可以设置一个春闱考试，让全国的有学之士来参加考试，这样就能快速选拔人才。毕竟好多有才的人骨子里傲气，看不惯当官的就埋没在深山野林，但考试就相当的公平。父皇，你可以把当下难以解决的问题设计为考题，还能专项找到对口的人才。闺女简直说到我心坎里了，此法真是太妙了。陛下，臣有一法可以找到人才。臣根据朝中所需，设立考试，广纳贤才，通过考核就可以任用。这个吏部尚书脑袋瓜还挺好使的，竟然和我想到了一起去了。父皇，这个办法很好哎。不好意思啊，太女，你的想法臣用了。此法不错，吏部将此事细化一番，明日跟朝中人商讨一下。是，陛下。皇帝有些激动，抱着闺女来回踱步。父皇，你停下，你忘得我冤死了。父皇，你停下，你忘得我冤死了。朕真是太高兴了。若是考试选拔人才，此事能成，那我大秦就再也不缺人才了。父皇甚是高兴啊。父皇，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虽然能解决朝中用人问题，但是怎么施行才是重点。以前你们都是靠推荐，朝中大官藩王都养着很多幕僚，他们愿意让幕僚出来科举。唉，不过朕也忧愁，这些有识之士真的会来参加考试吗？也不知道那些有幕僚的臣子会不会放人。看来父皇还不算太笨，他们这些人都是互相有利益的，到时候肯定会阻挠。父皇你可聪明点，到时候一定要坚持支持考试选拔人才，不然这些人一抵制，下面的人就不会积极推动这件事。虽然第一时间不能让那些有识之士出来，但是父皇你第一次改好了，他们肯定就会陆续出来的。天下还是穷人多，只要你代表天下百姓的利益，百姓一定会支持你。我这是生了一个宝啊！父皇，你发什么呆啊？你赶紧想想怎么将考试执行下去吧，不然因为此事跟那些手握实权的臣子碰上，够父皇头疼的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让您带着太女回乾宁宫用膳，明日先将此诏书宣读。是。将太女抱过来。滚你个老逼灯，吓死我了！走开走开，我不要你亲。娘亲娘亲，天天回来了，娘亲有没有想天天啊？看着皇后和闺女亲昵的互动，皇帝对皇后有了异样的感觉。我是跟对了主子，陛下对皇后有意呢。陛下，皇后赶紧用膳吧，不然饭菜就凉了。陛下，我们先用膳。我要馋死了，怎么办？父皇，你给我甜甜也行啊。怎么哭了？父皇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肉。挣扎着要去抓皇帝前面吃完的鸡腿骨头。啊，抓到了！哎呀，天天，那是骨头，不能吃。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，娘亲，我甜甜也好啊。无妨，让天天拿着玩。天啊，可太香了，好好吃。
用完膳，一家人睡觉。哎，父皇和娘亲在亲亲哎，父皇你能不能温柔点？怎么像狗啃？陛下，臣妾先把天天哄睡。娘亲，我睡了，你继续跟父皇亲亲啊。你倒是睡呀。好羞涩呀，还被闺女看到了。次日，皇帝顶着黑眼圈，抱着杨傲天去上朝。呀，昨天晚上父皇到底有没有亲娘亲啊？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闺女，没看到现在上朝了吗？陛下和皇后感情还是挺好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礼部侍郎于成才，勤勉勤恳，政绩卓越，擢封为礼部尚书，钦此。谢陛下。呀，难得朝中文官有个青年才俊，可比太师几个强多了。奇怪，太师怎么今天也没来？拜你所赐，老夫无脸见人。戚无的孩子真好。宿主，这个新任的礼部尚书有瓜呀，还是跟你娘亲有关的？他跟我娘亲什么关系？快打开看看。戚无，你开了我的屁股，你得对我负责，以后我娶你。呸！我哪知道你在这拉屎呀？没想到父皇还封了一个情敌。这个于成才跟娘亲一起长大的，差点跟娘亲定亲哎。但是没想到宫里选秀，娘亲被选上了。这个于成才因为娘亲入宫还大醉了3日，本以为他是个专情的，结果1个月后就娶了媳妇。还好娘亲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他现在的崽比我还大呢。不过他小时候很过分哎，娘亲就是不小心看到他拉屎，他就让娘亲负责，羞不羞？你屁股好看吗？众臣的视线开始下移，不得不说，这于大人的屁股还是挺翘的。父皇，你捂我眼睛干什么？我看不到了啊！于大人还有事启奏。陛下，帝后大婚已经通知各个藩王，需国师定下良辰吉日，礼部便可跟进。还有，皇太女满月宴以及今年的选秀要开始了，关于流程，礼部一起拟定。此事，礼部跟皇后和内务府商议就好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10。这个还有气运值？宿主，要不是当年这个于成才怂了，你娘亲就入不了宫，入不了宫就可能跟他成亲了，你就不是皇帝的崽子了。有道理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江南赈灾粮之前准备了一部分押送，但此次受灾严重，还需要后续跟上。但国库现在紧张，陛下，这礼部的事情要不要延后一些？先前御史台的众人不是抄家了吗？怎么还缺银子？回陛下，那些银子本就是御史台众人贪墨的赈灾银，现在只是又重新补给了赈灾。我应该啊，看台下的大臣们穿的都是绫罗绸缎，都挺好的，怎么国库会缺银子？说，谁又贪墨了？陛下，臣等没有贪墨。奇怪，国库怎么会缺钱呢？大秦刚刚统一8国，应该是国富民强才对。宿主，大秦重农抑商，所以没啥钱。其实原先的8国也是，基本上都不怎么重视商业，也就齐国还好点。收缴了齐国后，国库丰盈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你父皇要修建长城和皇陵，所以就全都霍没了。那以前大秦怎么活下来的？以战养战呀。难怪呢，呸，怎么可能不贪？我看看你们都是怎么贪的。这个工部尚书借着修建长城，克扣打工人的工钱10万两白银。我操，这还叫不贪？
还有那个大学士，你要不要脸？府里的幕僚每个月都要给你银子，不给银子你就不举荐。你更狠，竟然光幕僚的月银，你都收了50万两，这敛财手段真是绝了。难怪国库一直没有银子，感情都是被这些狗东西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。陛下，国库紧张，臣愿意捐出10万两白银给国库。陛下，大秦刚刚统一8国，正是缺银子的时候。祖上曾受太上皇印币，臣愿意捐款50万两。眼见下面的大臣站出来的越来越多，虽然这些人他们不好，但是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给国家捐款，算是还有良心。这再不吐出来，皇帝就要砍我们了，我们能不吐？闺女这心声真是太好使了，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爱卿为国为民，能拿出这么多银子捐献，是我大秦之福。众卿都起来吧！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20。这气运值也来得太容易了吧？宿主，他们贪腐严重，会影响大秦的根基。这回他们都捐款，反而是良好的表现，以后还能杜绝贪腐嘞。虽然捐的银子不少，但是用不了多久可能就花完了。光修长城就得每年持续支出，果然发展才是硬道理啊！可是我还太小，有很多法子可以赚钱，但是没法跟父皇说。闺女有赚钱的法子？陛下，群臣共捐献380万两白银。国库现在紧张，这选秀之事先推了，但皇太女满月宴和帝后大婚要好好办。是，陛下。还有何事启奏？陛下，现在朝廷用人紧张，臣建议科举考试选拔人才，这是臣的提议，请陛下和群臣一起商议定夺，呈上来。考试选举出来的人能信得过吗？老夫反对。我等幕僚有识之士，乡野村夫能有什么文化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老夫可是收了幕僚的月银，要是不能举荐，他们岂不是都要走了？现在哪个藩王和大臣不养幕僚啊？要是幕僚都走了，谁还帮他们出主意？朕觉得不错，现下大秦一统天下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此举确实不错。天下人皆能来参加科举，必能发现有用之才。臣将科举定为春闱，现在缺人，所以每年可以举行一次，这样就可以给朝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。而且考试不限身份，除了戴罪之身，皆可参加考试。陛下，臣认为不妥，不限身份怎可？那些贱农怎么能跟士大夫相比？他们粗鄙，大多都不认识几个大字，怎可入仕为官？林学士说得对，自古以来，士为知己者死。我等举荐有识之士，都是经过考察他们的德行，才推荐入朝为官。臣认为此举不可。还考察德行？你们考察个屁！要是考察御史台一群人会买官卖官，官官相护，还有你们一个个贪墨了多少银子？你们德行一个个好了，也就是我父皇没有下令让人查。你们有几个是干净的？也就是我父皇没有下令让人查。你们有几个是干净的？闺女说得好，举荐制度虽然好，但是举荐难免有瑕疵，不能避免德行问题。如御史台言官，照样还是会有贪腐。朕认为此法可以尝试一番，众卿以为呢？陛下，
知人善用是为君者必修之课。臣认为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，需了解后才能举荐。若是单纯一个考试，实在是太难定性了。臣坚决反对用什么科举这种方式。他还是有学之士，怎么思维这么僵化？这个翰林院大学士确实挺水的，但是他祖上曾经有一个人是大秦的丞相，那个丞相还算可以，但是到他这一代就不行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坚持？原来就说你幕僚多，你一个大学士要那么多幕僚做事，还不是你没点墨水，全靠你的幕僚帮你想主意，那岂不是谁有钱都能干这事？啊，不对，你跟人家还不一样，人家都是养着幕僚，你倒好，你的幕僚倒贴。不得不说，你府中的幕僚都挺倒霉的。要是科举考试颁发普及，你府中的幕僚肯定第一个走，到时候你怕自己露馅吧？陛下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臣自幼苦读圣贤书，怎会没有真本事？朕没有怀疑大学士的本事，只是士大夫才多少人？若是秦没有统一八国，或许能满足朝中人才缺口。但是现在秦领土比以前大了多少倍，各方面都需要用人。你提的一点很好，知人善用是必须的。父皇，知人善用简单啊，考试题你设计的种类繁多一些，根据大家考试的成绩分为统考和专项擅长，这不就好了？还有他们说的举荐也可以兼得，可以把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府试和殿试，每一级考试除了学生自己考，还要其他老师根据品行优良推荐参加。通过一步步考试，可以区分出适合地方和中央的，这不就完美解决了？闺女这脑袋瓜子怎么这么聪明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皇太女真是太牛了！皇太女竟有如此见识，真是我朝之福啊！陛下，臣支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。臣附议。臣认为此事可行。既如此，吏部将刚才议论之事再补充进去，而后颁发下去，也不用等春闱。眼下秋高气爽，就直接定在秋闱。臣遵旨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30。哇，这么高！科举是大事，若是能成，可以影响大秦万世。那倒是，要是能成，确实能解决现在当朝阶级固化的问题。父皇难得这么高兴，是因为科举之事吧？不得不说，父皇每日日理万机，还怪辛苦的。也是因为底下的人不干事，导致他也不敢放权。一旦放权，那些人可能就算了，不想了，好饿，还想娘亲。没想到闺女都懂，当皇帝哪有那么容易？天天饿了，我们去坤宁宫找你娘亲用膳。好啊，父皇。我们去坤宁宫找你娘亲用膳。好啊，父皇。太妃年纪大了，怕不得热，当然这冰块先给太妃用。嘿，太妃都半截腿入土了，用那么多冰块做事，也不怕老寒腿？你不过是个小小嫔位的婢女，竟然对太妃出言不逊。太妃怎么了？太妃也是过气的老人了，我们如嫔可是陛下的宠妃。你岂有此理！太妃再怎么说也是如嫔的长辈，你个小小婢女也敢智慧？你竟敢打我！你打我就是打如嫔娘娘的脸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位姐姐别打了，要是传到皇后娘娘耳朵里就不好了。皇后娘娘怎么了？皇后娘娘也得讲道理不是？太妃的俸禄和用度比陛下的妃嫔高，难道不是正常的？可是，毕竟太妃是老人了。
今年内务府给各宫的银钱都少了，更别提这稀缺的冰块。嫔妃以下都没有冰块用。今年也不知道京城怎么回事，热死人了！父皇，我们去看热闹啊！陛下驾到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成何体统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，奴婢玉淑是张太妃的宫女，今年夏天热，太妃热得受不了，就来拿内务府给的冰块，却不想被如嫔的婢女翠环抢了去，还嘲讽我家太妃是半截子腿入土，不配用这冰块。凭什么你就多拿2筐冰块？太妃的冰块跟我们娘娘的冰块数量一样，你就是倚老卖老。往年太妃都是8个冰块，奴婢也是照常拿。往年是往年，今年内务府统一都是4块。搞什么？原来就是为了个冰块，至于吗？父皇，你让内务府多给一点不就行了？把内务府管事叫来。陛下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娘亲，天天只要和父皇去找你来，没想到有瓜吃。这2个宫女因为冰块的事情在吵架里。皇后来了，这各宫的冰块是如何分配的？今年比往年要热，但是冰块的储存不足，所以今年内务府给各宫的不多。怎么会不多？内务府是怎么干事的？陛下，不是臣不干事啊，国库空虚，后宫的规则消耗巨大，所以臣不得不削减各宫的用度，还请陛下明察。哎呀，这是个问题哦，也不知道后宫现在的用度如何。陛下，这宫中1个月月银就得消耗上百万两，臣妾觉得过于铺张浪费。加上现在国库紧张，臣妾就同意了内务府那边削减开支，还请陛下明察。我操，后宫1个月就得支出100万两！我的天，父皇，今天百官捐的钱还不够后宫3-4个月的，你也太穷了吧！来人，将2个婢女拉下去杖毙。张太妃和如嫔宫里的用度全部取消，如嫔降为常在，禁足。陛下，那后宫现在的用度该如何？此事朕与皇后商议后再定夺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先用膳吧。父皇，你不要不高兴，现在国库空虚，不妨你可以先从自己节俭开始。陛下，臣妾也觉得后宫过于铺张浪费。先太妃现在有138位，后妃有49位，光俸禄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哈，父皇的后妃这么多还能理解，毕竟父皇一大把年纪了。但是先太妃那么多，这我皇爷爷有病啊，搞这么多妃子。闺女，你父皇老吗？你说你皇爷爷就行。这就很意外的，这些太妃还挺长寿的。奇怪，我皇爷爷怎么娶那么多老婆？嘿，宿主，你皇爷爷的瓜可是相当多的。我看看，这怎么不行？不应该呀！给朕再换一个来。不一会，这个妃子被抬了下去，又一个抬了上来。这皇爷爷这个老逼灯，竟然因为对广陵王的娘亲有了心理阴影，才娶了那么多好看的媳妇。这也太难娶了吧！得亏当年他又行了，不然还得娶下去。父皇，要不要这么坑儿子？这些后妃养着不是钱吗？陛下，这些太妃毕竟年纪大了，月银多一点也是能理解的。理解什么啊？一个个比父皇还年轻，有手有脚的不能自己挣钱。皇爷爷也太坑父皇了，他当时打仗少，用的钱少，国库还算丰盈，哪像现在，父皇虽然灭了8国，但是以战养战结束后，国民那么多，我还是得养，还要养后宫那么多闲人，父皇真是太惨了。皇后可有办法？陛下，臣妾认为可以想一些赚钱的法子，让大家自己赚钱，节俭用度和月银，这样也能减轻国库的压力。臣妾愿意带头，先从臣妾做起。皇后能有此心，是大秦之福啊！娘亲还是太好心了，要我是父皇，我就解散后宫，要那么多媳妇干嘛？
又不能给父皇生崽崽，那些太妃就更别提了。有孩子的甩给他们孩子养去，没孩子的要么放出宫，要么送去念佛，省得浪费宫里的资源。不愧是朕的崽，有这个心思，以后何愁不是一个合格的储君？闺女这想法也太霸道了吧，那可是陛下的后宫，陛下能愿意？朕认为后宫过于庞杂，嫔妃以下都遣散出宫吧，嫔妃以上有愿意出宫的就出宫。关于太妃，过几日各地藩王进京，就让他们接自己的母妃回各自的封地，其他太妃同后妃一样，全部遣散。是，臣妾过会儿就去通知后妃。对了，皇太后依旧幽禁慈宁宫，一切用度都免了，和月银都免了，别饿死就行。还是父皇机智，父皇这下吃饭都香了。朕的用度减少无妨，但是皇后宫里不可，朕可不想饿着朕的闺女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20。皇爷爷的瓜好值钱，毕竟解决了你皇爷爷遗留下的坑，要是不解决这些后妃，3个月后你父皇就为难了。父皇也是实惨，没见过这么穷的皇帝。没办法，这个朝代重农抑商导致的。我得想想办法，怎么让大秦富起来。但我还是个人类幼崽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走，跟父皇去御书房。唉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好无聊。宿主，新鲜的大瓜来啦！陛下，臣等有事启奏。何事？陛下，是太师和丞相以及广陵王等人带着不少大臣来求见，让他们进来。哎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不知道有什么话啊？哎，丞相老头，你的天塌好了啊，现在能出门了。还有太师老头，你今天怎么没来上朝？你不会昨晚上又尿床被你夫人罚跪了吧？皇太女太没规矩了，这是能随便乱说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朕闺女什么也没说，你们就当没听见。尔等有何事觐见？陛下，臣听闻陛下要开科举选拔人才，此举不可呀。陛下，我等都是先辈介绍到秦国来，兢兢业业为大秦统一天下，若是没有先辈提携，怎会有我大秦的今天？陛下，太师和丞相说得对呀，此事需要谨慎，不然那么多人入仕，以后那么多人也安排不下呀。哎，上朝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反对？大家一起决定的事情，你们又来搞事情，是觉得我父皇好欺负吗？陛下，臣等只是就事论事。哼，你们的心思，朕岂能不知道？但是我大秦现在是用人之际，尔等不知道吗？还是说，你们将幕僚控制在手里，是有其他用途？陛下，臣等不敢。那还不滚回去！陛下，臣死谏到底。若陛下不撤回此令，臣就撞死在这御书房。那长信侯蹒跚着腿，就朝着御书房的柱子上撞去。长信侯使不得！呸！让他撞，别拦着他。我就不信还有不怕死的。陛下，臣真的要撞了。你倒是撞啊！长信侯啊，此事不是没有回还的余地，你切莫想不开。臣对大秦忠心耿耿，从无怨言。此番臣死谏，
是不想这科举毁了大秦根基，臣一片忠心呐。爸，你刚才说的瓜是什么来着？嘿嘿嘿，宿主，就是关于这个长信侯的，他的瓜还不止一个嘞。快让我看看。什么玩意儿？他还忠心耿耿，忠心个狗！他竟然是平阳王的狗腿子！平阳王和那个贵妃给父皇戴绿帽，还是他的主意！我操，这狗东西太不做人！陛下，臣跟平阳王关系一般，绝对没有建议他跟贵妃苟合。这个长信侯真是个蠢货呀！哎呀，怎么自己都说出来了？长信侯怎么忽然说起此事？难不成你知道些什么？陛下，臣是胡言乱语。陛下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呀！父皇，他不做人的地方还不止这个。平阳王觊觎皇位，可是做了两手准备，除了跟贵妃苟合，还圈养了不少死士和幕僚。为了不引起父皇的注意，都养在他的长信侯府。父皇快去让人查，他的府里还有盔甲和兵器哩。陛下，臣没有豢养死士，也没有私藏盔甲，陛下明察啊！父皇赶紧查，他的私藏的兵器全都在长信侯的大花园下面，有个巨大的武器库里。来人，去长信侯府搜查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饶你命？等着你来取我父皇的命吗？你都想造反了，我父皇怎么会轻饶了你？你一听到父皇要下令科举考试，于是下朝后就赶紧去找了丞相太师还有广陵王，鼓动他们来逼我父皇收回圣旨。你说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陛下，臣等绝无此意呀！陛下，臣等绝无此意呀！王伯伯，我劝你不要掺和哦。平阳王死后，这个老壁灯就看好你了，主要是你人傻子孙多，最适合打击我父皇。你要是有想法，最好赶紧掐死傅周，省得你那么多载来个九族消消乐。没有此意。那你来这儿做甚？陛下，都是长信侯撺到我们来的。对，陛下，都是长信侯撺到的。陛下，臣觉得这科举制度甚好，都在家想着考试的题目了，没想到长信侯来了，臣被迫才来御书房。臣也是。真的？你们还不是因为都养了幕僚，想要保住你们的智囊团？但是你们要是对智囊团好一些，到了朝中任用，我还是你们自己人。搞这一出，感觉就像是长信侯圈养死士差不多。时机要是成熟了，没准就一起搞事情。臣等绝无此意。臣等绝无此意。父皇，你不生气吗？他们都欺负在你头上了。皇太女，你别说了，我们马上走。哪来的骚味？皇帝皱眉，低头却看见长信侯那边湿了一片。这老逼灯刚才死贱的骨气呢，现在知道吓尿了，也不知道谁给的勇气，竟然敢造反。宿主，还有一个卦，你赶紧看呀。还有一个啊，我说这老逼灯在平阳王死了后还这么死忠，原来是结义兄弟。这老逼灯对平阳王好的比亲儿子还好，还说什么士为知己者死。你被平阳王给忽悠了好不好？你把他当知己，他可是睡了你夫人。想不到吧，他不但睡了父皇的妃子，还睡了你夫人，你的小儿子就是他的崽。笑死我了，这个老逼灯没想到吧，他这个老婆还是后来娶的，貌美如花，真宠的不行。结果他建议人家给父皇戴绿帽，没想到自己也被绿了。怎么可能？
平阳王怎可负啊？搞什么这么深情的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平阳王有一腿。陛下，在长信侯府发现了大量武器和盔甲，我等在入府的时候还被死士袭击，我等已将死士全部击杀，还请陛下定夺。陛下饶命，臣再也不敢了。臣支持陛下科举考试，臣没有谋反，臣将长信侯凌迟处死，废除侯爵，将长信侯一家满门抄斩，其他9族发配岭南充军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啊！臣再也不敢了。早干什么去了？活该！这种意图造反的人就该严惩。怎么，尔等也跟长信侯一样，想要造反？陛下，我等绝无此意。陛下，臣觉得科举选拔人才之事甚好，是功过千秋的大事，臣当鼎力支持。丞相说的对，老臣也支持。臣附议，我们能不赞同？希望皇太女口下留情。既如此，这件事就定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父皇，你刚才好厉害，真是太帅了。那些老臣一看就不怀好意，还是父皇牛逼，一下就解决了。父皇这是大秦最牛逼的皇帝，父皇这是大秦最牛逼的皇帝。天天真是父皇的福星啊！父皇亲亲。啊，又来了！父皇你不要亲了。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30。宿主，这个长信侯野心很大，万一他撺掇成功，可就真能动摇你父皇的根基。父皇现在日理万机，还要防止这群权臣，真是太惨了。等我长大了，就能帮父皇分担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要不，今日还是不求见陛下了。哎呀，陛下现在一定还在气头上。户部尚书来了，您稍等，咱家这就去通知陛下。陛下，户部尚书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臣见过陛下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起身吧，朕正好有事要与你说。陛下请讲。关于国库空虚的事情，你有何策？陛下，要不继续加税？马上就秋收了，增加下粮税，可以解决燃眉之急。可是现在百姓税收已经增加到70%，若是再加，恐怕……陛下，可是现在国库的银子最多也就能支撑3个月，而且江南那边的灾情严重，还要支出2次，臣担心撑不住，到时候可就麻烦大了。税收70%，那百姓只剩下30%，要是再加他们吃什么？啊，这百姓吃不饱饭，父皇这皇位能坐稳？宿主，你也不看看你父皇暴君的称号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因为连年打仗以及各国皇室散播的吗？你父皇是个勤恳的好皇帝，但也是因为缺钱，他设置了不少税收，导致各方百姓十分怨念，所以民间你父皇的名声不好。得亏我父皇有兵权，不然还真难说。不行，父皇不能再这样苛捐杂税了，百姓要是过不好日子，说反就反。看江南灾情，百姓流离失所就知道了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父皇得以民为本才行。没想到皇太女小年纪就能爱民如此，是个女阀又如何？她将来
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储君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这天下的百姓就是水，朕若是不能以万民为本，那百姓如何还能让朕在这个皇位上？今年的秋收不加税了，眼下百姓吃穿用度都很紧张，江南地区今年肯定会减产，今年就先免税。陛下爱民如子，是百姓之福，但如果没有新增的税收，这钱如何而来呀？今日皇后建议先削减宫中用度，稍后皇后会和内务府说此事。修筑长城乃大事，北戎那些杂碎觊觎我大秦疆土已久，这修筑长城不能停下。朕再想想，皇陵、帝后大婚，还有闺女的满月宴，一个都不能省，一个都不能省。父皇也可以发展贸易啊！现在一统八国，秦国疆域东西南北，可以将不同的地方倒卖赚钱啊，然后收取商贩的税收，到时候国库就有银子了。你不能只可着百姓身上的羊毛薅啊！可是商人多奸诈之辈，他们做大了，经常会垄断粮食的价格。不行不行，陛下，不如就放开商贸。对，父皇，这个户部尚书的建议很好。不行，还记得齐国之祸？齐国行商的人多，富裕，但是商人奸诈，导致齐国上下无人可用。他们买官，让一个酒囊饭袋当齐国的兵马大元帅，还垄断了粮食的价格，才给了我们可趁之机。我大秦不可重视商贸。父皇说的有道理，但没必要那么严苛。要是父皇信任不了商人，可以搞皇商啊，这样不就好了？赚的钱都是国家的，尤其是像粮食和食盐、铁等关乎国家命脉的，牢牢把握在皇上的手里，这样国库不缺钱，百姓也有保障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皇商，对呀，可以以大秦的名义经商，这不就行了？不过，要是以大秦的名义为皇商，倒是可以考虑。只是，朕还没有想好有什么对策。陛下，这是要套皇太女的话呀！嗨，这还不简单？父皇可以专门设置经商机构，直接跟国库挂钩。户部可以派专门的官员统筹安排。除了皇商控制经济命脉，也有各地方放权给商人以及想要挣钱的权贵。户部可以派专门的官员统筹安排。除了皇商控制经济命脉，也有各地方放权给商人以及想要挣钱的权贵。不过他们要经商赚银子，必须有皇商合作许可证才行，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一起做生意。不过做生意的银子要把挣到的钱分给皇上，比如说28分，皇商8，地方商人2。他们做得大了，缴纳的钱多，还可以给皇上让利一些。反正有钱一起赚嘛，他们搞钱可比皇上搞钱容易多了。户部可以让人定期去查他们账本，防止他们偷税漏税。有偷税漏税者，这就取消皇商合作资格，禁止经商。户部尚书此刻小本本已经记满了要点。父皇也不用担心这些人会祸乱国家，买官卖官，毕竟科举制度绝对公平，发钱的法制严明，这些人不敢造次。要是百姓不满意，父皇也不用担心，到时候直接把不良奸商抄家，直接杀富济贫。这个好啊，杀富济贫。之前灭齐国的时候他就干过。陛下，臣有了些思路，待臣整理之后，明日再跟陛下商议。好，此事便交给户部尚书。眼下国库紧张，尽快把方案弄出来。是，陛下。那臣就先告退了。
也不知道这个户部尚书想到了什么，可惜我空有想法不能告诉父皇。哎，父皇好难啊。闺女，父皇都能听得到，真是父皇的好闺女啊。哎，父皇不焦虑了，父皇眼睛也太好了吧，说不焦虑就不焦虑了，亏我担心父皇。有天天在父皇身边，父皇觉得什么都没有天天重要。关于国库空虚的事情，父皇会解决的。解决？父皇要是能解决，以至于户部都来找你要钱了，你都落魄到要解散后宫了。李连海进来听到皇太女的心声，不禁差点笑出声来。笑什么笑？小心朕砍了你！陛下，晚膳的时间到了，先回坤宁宫用膳，不能饿着朕的闺女。娘亲，娘亲，甜甜回来了，娘亲抱抱。尹傲天吆喝了半天，皇后都没有出来。皇后呢？回陛下，皇后去了太妃的住处，此刻还没回来。父皇，你太不做人，这种得罪人的活竟然让娘亲去做，那些太妃很难缠哎。哎呀，可算解决了，这些太妃比陛下后宫还难解决。不过一次性补偿的银子也不少，那些没有宠幸过的太妃，本宫看着都还年轻，以后还能出去找个好人家。娘娘，进了宫的旁人哪有敢娶的？不过那些钱倒是可以当他们傍身的。你说的对，不过现在国库缺银子，能给他们的不多。皇后娘娘，难道不是你的威逼利诱吗？要不那些太妃怎么轻易离开？皇后娘娘，你可回来了，陛下和太女在殿里等着您呢。天天回来了，有没有小娘亲呀？有啊有啊，还是娘亲这里肃静，父皇的御书房简直吵死了。娘亲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下午御书房可热闹了，那个长信侯竟然忽悠一众权臣去父皇那里给父皇施压。我父皇是谁啊？他竟然敢威逼我父皇。不过这个人好蠢，竟然自曝家里藏了武器和盔甲，被父皇给查出来了。没想到他竟然是平阳王的拜把子兄弟，平阳王给父皇戴绿帽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，但是他没想到平阳王还绿了他，哼哼，笑死我了。但是他没想到平阳王还绿了他，哼哼，笑死我了。今日朕很生气，那个长信侯意图造反，被朕处决了。多亏了天天，不然朕都要气死了。陛下这是在跟皇后诉苦？现在陛下跟闺女心声交流已经这么流畅了吗？陛下，皇后娘娘，晚膳到了。陛下先别生气了，今日陛下御礼万机辛苦了，先用膳，待会儿臣妾给您按按。好。父皇，你刚吃的鸡腿不要丢啊，把骨头给我。父皇，我不能喝粥，但是我可以喝汤啊，你把菜汤给我一点啊，还有那个肘子上面的酱汁太适合我了，我要吃我要吃。于是就将骨头沾了酱汁递给尹傲天。陛下，后宫的太妃大多同意遣散出宫，但有皇嗣的太妃需要等各地的藩王驻京的时候，跟着他们一起回去。其他人有娘家的回了娘家，没有的臣妾便给他们发了抚恤金，这样也可以让他们安度晚年。皇后处理得很好，若是日后国库富裕了，到时候再补偿他们一些。臣妾也是这么想的，就夹了一些饭菜到皇后的碗里。啊，谢陛下。呀，丞相老头，你这么快就来上朝了？太师老头也来了？你们昨天那个架势，看起来好像跟着长信侯一起造反的啊！皇太女，这事儿可不兴说呀！不兴说啊！昨天叫嚣的大学士，你的小媳妇被你的幕僚给拐跑了，哈哈哈！那个幕僚不但拐了你的小媳妇，还把你学士补的银子都搬走了。大学士一听，直挺挺的就栽了下去。曾大人，曾大人！哎，他怎么忽然晕倒了？不会是中暑了吧？皇太女，这哪里是中暑，这分明是被气晕的。皇太女，这哪里是中暑，这分明是被气晕的。太医，快去给大学士瞧瞧，
这下没人再盯着老夫尿床的事儿了吧？要是皇太女爆出的瓜够多够奇葩，那我就不是最奇葩的。太医熟忍地给大学士扎针后，曾大人，你可要千万想得开呀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曾大人，夫人没有还可以再娶，要是人没了，可就……也不知道是曾大人府中哪个幕僚干的，我们都注意一下，省得他投身我们门下。曾大人，破财消灾，切莫生气，切莫生气。怎么可能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呀，原来他们都知道了，难怪这个大学士忽然晕倒了，我还以为是中暑。不过你伤心也没有用，老头，你是遇到仙人跳了。仙人跳？皇太女这是何意？不会的，茵茵是喜欢我的。喜欢个屁，她本来就是图人家美色，不过她倒是还挺喜欢刚娶的夫人，谁让她经不住诱惑。原本她前夫人没了没半年，前段时间清明去给前夫人祭拜，没想到就在这附近遇到了一个长得像前夫人年轻时的女子，御史大夫感觉春天到了，这简直就是晚晚泪清，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人家带回了家。结果女子的哥哥找上门来，先是要了不少聘礼，然后又假扮幕僚来到他的府中。要不是他不做人，跟幕僚收月银，那个幕僚也不会这么快收网。他完全没想到这是他幕僚的美人计，为的就是图谋他家家产。老头，想不到吧？你这个幕僚还是挺舍得下成本的，拿自己媳妇儿做筹码。但是你就比较亏，新夫人到现在还没睡到过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幕僚手段卑劣，但还是很有脑子的。这要是能用到正道，倒是个人才呀。陛下，臣身体不适，今日请假一日。既如此，大学士便先回吧。你回去也没用，你的银子也回不来了。他们现在都出了京城了，而且还是走的水路。这老头也不像身体不好啊。翰林学士曾毅，慕美色被诈，心腹上尉圆房与奸夫幕僚仙人跳，搬空曾府，曾毅狂奔追之。唉，这曾大人真惨。虽然被搬空了银子，他可以继续跟幕僚收银子。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希望曾大人挺住。众卿有何事启奏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陛下，现在国库紧张，臣建议成立皇家商号，鼓励经商，通过商业税收来充盈国库，这是臣的方案，请陛下过目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齐国灭国的例子就在眼前，我大秦不可呀。自古以来，我大秦就重视农业，国库缺银子就增加税收，商人多奸诈之辈，他们若是联合起来，岂不是危及江山社稷？众卿觉得意下如何？臣觉得不妥，皇商可以实行，但是鼓励经商，老臣认为风险太大，看齐国的例子就知道了。陛下，臣跟丞相意见相投。陛下，臣跟丞相意见相投。丞相和太师担忧不无道理，但臣也在下面出了方案。商人赚了钱，我们可以提高税收，户部专门成立监察机构，每年定期检查，
可以避免商人肆无忌惮的控价。户部尚书说的有理，朕认为此事可行。陛下，臣坚决反对。前有齐国的例子，若是重视商业发展，臣恐商人狡诈，买官卖官，跟皇商勾结，祸害我大秦根基呀。自古以来，士农工商，商人是最底层。若是给予商人那么大权力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到时候农人怕是连地都要没了。确实，工部侍郎说得对。陛下，若是商人有了钱，就会购置大量土地，岂不是农民就没有土地耕种？嗨，这还不简单？父皇颁布一条政令，大秦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，由地方分给农民，农民可以自己耕种，也可以考虑租给商人挣银子，这不就行了？陛下，大秦的土地都是大秦的，臣建议各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，农民的土地不准买卖，只能租赁。有钱人可以租赁土地，但不可以拥有土地，就可以解决此问题。这户部尚书真是个机灵鬼，怎么让他提前站出来说了？这不会这些方案都是皇太女的主意吧？你说的简单，那陛下分封的土地怎么办？朕认为户部尚书的提议很好。虽然朕分封了很多人土地，这是他们的私产，这无妨。但是地不能荒着，若是地没人耕种，不能产生税收。各地官府可以把朕分封的土地再收归国家所有。果然是我父皇，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。这样既可以解决土地浪费的问题，还能提高国家税收。要是有钱人不愿意种地，也可以租给农民的，这完全可以呀。陛下，臣觉得此方法甚好。陛下，商人投机取巧，很难控制。臣认为，这样做，人人为了利益而不勤劳本分，不去好好读书，那商人做大做强之后，岂不是就能为所欲为？我怎么觉得这个工部侍郎有点受迫害妄想症？嘿嘿嘿，宿主，你猜对了呀，这个工部侍郎确实是挺不要脸的。我要吃瓜。不是，我当时你有多骨气呢？结果你不还是被你夫人养着？你的脸呢？我没有被夫人养着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呀，你好意思说你没有被夫人养着？你才多少收入，只知道死读书，全家老小都被你夫人养着。要不是你这张脸还能看，你夫人能忍你到现在？不过你夫人很厉害，整个京城的绣庄都是你夫人开的，人家凭借一手刺绣，总算能养家糊口。后来赚得多了，就招收了会刺绣的女工，专门做了店面，现在都做成京城最大的绣庄了。不得不说，你夫人真有生意头脑。工部侍郎，我记得你夫人经常在外做生意，你家的云锦绣庄生意就很好。哼，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，简直丢死人了。这让我怎么怼？嘿，女人怎么了？女人怎么不能做生意了？你这就是赤果果的偏见。你看我父皇，我还是皇太女了，我父皇就不嫌弃我是个女娃。工部侍郎，你夫人持家养你，你不知感恩，却当众诋毁，朕对你很失望。陛下，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只是觉得臣是个男人，理应自己挣钱养家。你想的挺好，那你除了读书一无是处啊？你靠什么养家？你夫人建议你去给书贩写花本子，你觉得不入流，
根本不去啊。可是我饱读诗书，为的就是高人一等，怎么会做那种不入流的文章？夫人她满脑子都是钱，如此粗鄙，真是有辱家门。等夏朝回去，就一纸休书，我休了他。行了，你自己的家事自己处理。既然大部分人都同意，户部将今日商议之事补充后，就颁发下去。是，陛下。还有何事启奏？陛下，吏部昨日已经将科举的方案补充完毕，还请陛下过目。等朕下朝后再看。除此之外，吏部也去民间调查一番，看看民间的态度。是，臣已经派人去调查了。父皇支持的人可多了，尤其是那些幕僚，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高兴坏了。谁不想靠自己的才能考出来？不过有的人家就倒霉了，比如说家里的儿子不学无术，本来靠父辈硬币的，结果科举一视同仁，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皇太女，你可别说了。朕认为科举考试，无论天下百姓还是王孙贵族，都要一视同仁。选拔人才不能任人唯亲，有作弊行为，直接取消入仕资格；有泄露考题和被收买的官员等，一律处死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对，还是父皇想的长远，父皇真是太棒了。臣再将此事补充进去。呀，这个吏部尚书有大瓜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哪里有瓜？吏部尚书挺住，有瓜一起享。吏部尚书莫慌，你名留青史的机会到了。吏部尚书，你闺女可以啊，竟然女扮男装也要参加此次科举，还扬言一定要考个第1名，厉害，不愧是京城第1才女。什么？一个女娃子参加什么考试？啊！天下哪有女娃抛头露面上朝为官的？这成何体统？还以为吏部尚书家的千金是个才女，秀外慧中，不曾想如此叛逆。确实，吏部尚书教女无方，以后这女儿还怎么嫁人呀？女子怎可科举？这简直荒谬！爹，为什么女子不能参加科考？唉，你要是个男子就好了，也不枉你这一身才华。现在朕还活着，闺女有我罩着，这些大臣还能听话地尊敬自己的闺女为储君。但有朝一日我不在了呢，闺女如何斗得过这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倘若科举从现在就开放男女一起入仕，那这些有女儿的臣子就会注重自家女儿的培养，到那时女子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。待到那时，女子也能入朝为官，在商言商，也能为大秦做贡献。那闺女这江山，才不会有人拿她是女娃来反对她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启奏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启奏。此次科举考试是否只限男子参加？这女子怎可参加考试？女子自古以来都是生儿育女，当然不可。吏部尚书，不要因为你有一个女儿，就置祖宗家法于不顾。圣人道，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女子不适合上朝为官。呸！一个个都是什么谬论？这么瞧不起女子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你们一个个没有娘亲，没有夫人，没有女儿，你们只有儿子，你们就不考虑你们后代就没有女儿了？哪儿来的高高在上？要是我是你们娘亲，知道你们如此大不孝，刚出生就嘎了你们，给你们机会逼逼你们娘亲。呸！
什么玩意？有本事打小不吃奶啊！有本事让你爹生你啊！有本事不娶媳妇啊！有本事你自己生娃啊！你们否认什么？闺女不弃，父皇懂你。陛下，臣认为，无论是男子女子，若是有大才，能为大秦做出贡献，又何必在乎是男女之分？对，为啥女子不能参加科考？这一点自古以来就不好。我以前住的地方，男女都可以一起读书，女子学习好的也有状元类，也有女老师、女飞行员、女官，人人生而平等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不同行业的区分。吏部尚书说的不错，大部分人都在维护有儿子的利益，而不建议女子入朝为官。此事不应该由他们来确定，也需要有女子的人家站出来提意见和想法。大秦的子民不只有男子，也有女子。既如此，吏部尚书，你安排一下，也将此事征集一下民意。哎呀，父皇你这样太慢了，你干脆搞个辩论赛，支持男子科举、支持女子科举的人一起辩论，不就知道了？陛下，臣建议在京城摆个擂台，让男女双方进行辩论，这样更容易征集意见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大秦以后也有女官了？吏部尚书你加油啊！我看好你闺女哦，你闺女现在在家扒拉你的破衣服，打算女扮男装出门呢。皇太女怎么又提起这个？三朝，你们说，皇太女所在的仙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难怪皇太女能有那么多想法，那一定是人人向往的地方。这几日，我看户部和吏部就跟打了鸡血一样。不说了，老夫要赶回去跟闺女说此事。女子为官之事，本官还是觉得不妥。怎么回事？平时这个时候陛下都下朝了，怎么还没来？难道是闺女来了？娘娘，姜太妃来了。见过姜太妃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事直接吩咐奴婢过来就行，不劳烦皇后。哀家此次前来是跟皇后说一声，哀家要去找先皇了。太妃，有话好好说，说是您不想出宫，就在宫里颐养天年就好了。皇后误会了，哀家是去皇陵守灵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可是太妃，皇陵清苦，您没必要。哀家舍不得离开先皇，哀家有一事相求。娘亲，甜甜回来了，娘亲你在哪？娘亲，这就是皇帝新出生的皇嗣。太妃，陛下，多年未见，你可还好啊？多谢太妃关心，朕无碍。太妃尽管在宫里颐养天年便是。不必了，哀家想念先皇，刚跟皇后说了，要去皇陵守着先皇。父皇那么花心，怎么姜太妃就这么专情？太妃奶奶你别哭，我皇爷爷的陵有啥好守的？奇怪，你怎么会对我皇爷爷那么念念不忘？我皇爷爷那么多老婆，一看就是个渣男。奇怪，你怎么会对我皇爷爷那么念念不忘？我皇爷爷那么多老婆，一看就是个渣男。孙女儿，你礼貌吗？闺女说得对，这太妃怕不是个恋爱脑。那么多太妃啊，没被宠幸的都半数以上，先皇这不是霍霍人家。太妃，你刚才说有什么事情？是这样，先皇死的时候曾经给哀家一个玉佩作为定情信物，但是哀家忘记放到哪里去了。太妃不要着急，臣妾这就让人去找。我怎么觉得透露着古怪？宿主，这个太妃还真有个卦，我给你看看。啊，太奶奶的信物是安义王的。安义王离开京城的时候，潜入宫中偷偷带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妃，您先别着急，或许您忘记在哪里了。娘亲，不是忘记了，就是被安义王带走了。太妃奶奶也真是的，她是个脸盲哎。当年她出去游玩，差点被山贼抢劫，是安义王爷爷救了她。于是她就对救她
对安义王一见钟情了。当年救我的不是太上皇。太妃年纪大了，难免忘事。他那哪里叫忘事，简直就是没脑子。安义王爷爷当时追山贼去了，由于太着急，玉佩就落下了，太妃奶奶捡了去。虽然太妃奶奶是个脸盲，但是她对安义王爷爷一见钟情啊。后来皇爷爷微服私访，就遇到了太妃奶奶。皇爷爷跟安义王爷爷长得很像哎，于是太妃奶奶就把皇爷爷当成安义王爷爷，一口一个恩人，简直就是投怀送抱。皇爷爷那个渣渣，对于美人投怀送抱，当然来者不拒，还觉得自己有魅力。可是太妃奶奶，你脸盲到连我皇爷爷都是老头了都看不出来吗？安义王爷爷比皇爷爷年轻很多哎。于是太妃奶奶就这么跟着皇爷爷进了宫，但可惜的是，皇爷爷都没来得及宠幸太妃奶奶就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先皇怎可这样激我呀？姜太妃并不太老，她甚至比皇帝看起来还年轻。父皇真是不做人呐。太妃，那你还去不去皇陵？太妃奶奶，你要不要去找安义王爷爷啊？他也对你一见钟情哎，但是后来得知你进宫后，还一脸爱慕皇爷爷的样子，让他伤心欲绝，所以他就跟皇爷爷申请去了封地。但是没想到刚要走，皇爷爷就嘎了。走之前他还去看过你，想问你要不要跟他走，结果你拿着他的玉佩，对着皇爷爷的棺椁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他一气之下就偷走了玉佩，离开了京城。安义王他也对我一见钟情，可是我跟他错过了那么久，我愧对安义王啊。哀家觉得皇后说的对，哀家不能一直活在过去，哀家还是出宫吧。这才对嘛，太妃奶奶，安义王爷爷到现在还没娶妻呢，为了你都孤寡半辈子了，你要不要去找他啊？他竟然等我这么久。那太妃，臣妾给您准备马车。不用，哀家骑马好着呢，哀家这就出宫了。咱们大秦的皇太女就是好啊。皇帝，你有个好储君。姜太妃走的时候，步子都欢快了不少。陛下今日跟天天下朝好晚，赶紧来用膳吧。今日遇到的事情多了些。娘亲，今天上朝可好玩了。翰林院大学士遇到了仙人跳，新娶的媳妇儿被幕僚拐跑了不说，还被他的幕僚搬空了府库。也是他自己不做人，揽财也就算了，还跟幕僚收月银，活该啊！是翰林院大学士家里不缺钱吧？竟然还收幕僚的钱。收到他，也不知道他回去后追到他媳妇儿了不？宿主，给你看看大学士的新瓜。这也太惨了，他去追幕僚和媳妇儿的船竟然翻船了，自己差点没命了。这回媳妇儿和银子都没了，真是太惨了。这老头回来躺在床上，寻思着以后可以跟幕僚继续敛财，到时候还能赚回来。但没想到科举考试此事放出后，他的幕僚纷纷离开了学士府。他一生气，直接气得翻下床，中风了。中风的好啊，这个曾毅徒有其表，以后就不用来上朝了。爸，我今天吃了这么多瓜，怎么没有气运值？我给忘记了。这个系统不会吃瓜给忘记了吧？恭喜宿主吃瓜完成，奖励大秦气运值50。那么多？宿主，我跟你合一块了。大学士的瓜20，吏部尚书的瓜20，还有刚才姜太妃的10。杨傲天看了下气运值，上面显示270亿。气运值都那么多了，你这气运商城什么时候开？你不会是忽悠我的吧？宿主，马上了，300气运值就可以开启。那气运商城都会有什么？我很好奇哎，能不能让我刀枪不入，练就绝世武功？应该有吧。不过宿主，你是大秦的皇储，不忧心一下国家大事，比如老百姓吃不上饭，搞点高科技武器等等。你倒是提醒了我，前2天降点水患，百姓颗粒无收，我父皇都焦虑死了。没想到这里的小麦亩产才这么点，要
要是有土豆和红薯就好了。哎，陛下，你慢着点儿。叶傲天不想吃奶了，就看到皇帝将喷到桌子上的饭粒也捡起来吃了。父皇现在穷的都吃不起饭了，也不怪父皇这样，粒粒皆辛苦。现在大秦的粮食产量好低，大秦的百姓也是，能吃上糙米就不错了。闺女心系天下，是个当储君的好料子。要是我多吃点瓜，能从气运商城兑换土豆和红薯，这玩意可比小麦亩产多多了。土豆是种的好，亩产能够5000斤嘞，大秦的百姓可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哎，父皇怎么忽然站起来了，吓了我一跳。但是可惜了，气运商城还没解锁。唉，我什么也兑换不到，去哪里吃瓜嘞？我得多吃瓜才行。陛下，禁卫军统领刚才来说，菜市场门口已经摆累了，此次辩论恐怕会很激烈。统领说派了不少人过去。这不就是现成的瓜吗？好想出宫去看现场啊！这绝对是史上第一辩论赛，父皇要是带我去就好了。既如此，朕也去凑个热闹。陛下，太女还小，不如就……朕带着她无妨，正好也让闺女看看世面。皇后若是无事，与朕一起。是，臣妾无事。听说了，当今圣上也要来。陛下来了，也是女子不能参加科考。我呸！除了有个棍子，还能有什么用？陛下驾到，皇后娘娘到，皇太女到。哇，果然是绿油油的瓜田啊，真是太棒了！这是哪家的孩子呀？陛下来了还大呼小叫的。诸位平身，朕今日只是过来倾听百姓意见，辩论请各抒己见，你们的心声朕都会好好倾听。此次辩论赛只针对是否让女子参加科考进行辩论，参与辩论者不论身份地位，同意者在右，不同意者在左。片刻后，一个身着绿衣的女子就上台了，而后坚定地走向右边。呀，这个小姐姐就是吏部尚书的女儿啊，果然英姿飒爽，很意外，她竟然没有化男装。听闻皇太女是天神下凡，难道是真的？这就是吏部尚书家的千金，她可是京城第一才女。什么才女呀？不过就是会写诗词歌赋，国家大事岂能儿戏？我倒是看看还有几分本事。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上去。哎，这不是广陵王府中的幕僚吗？此人当年在燕国很受燕国皇室重视啊。这个女子功夫真好，直接就飞上去了，是真本事呀。那不是工部侍郎的夫人吗？她怎么也上去了？没想到车骑将军也上了，这些女子怎么可能上战场呢？那可不一定，你看，那是前任护国将军之女。怎么支持女子参加科考的这么点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按理说有女子的家庭应该有半数以上，难道他们就甘心一辈子只窝在家做饭照顾孩子，围着夫君转？在下陆锦书愿意代表天下女子在台上发言。我知道很多女子不是不愿意站出来，也许是夫家不愿意，也许是家中幼子需要照顾，也许根本不敢相信我朝有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女子能够入仕。我相信，若是科举能让女子参加，尔等一定如雨后春笋一般，在这历史的舞台上发光发热。哇，礼部尚书家的闺女好厉害呀！这话说的真是振奋人心，加油啊，小姐姐们，你们可以的！我也相信你们会成为很厉害的女官、女商人、女将军，你们也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大秦的公仆。这女子岂能上朝为官？痴人说梦！等等，我也要上去，我支持女子参加科考。我也是，虽然我是女子，但是我一家老小都是靠我养着，凭什么女子不如男？我也上过战场，拿过敌人的首级，我
我是女子又何妨，照样可以上战场。还有我，男子若不服者，就问问我的剑。陛下，我大秦的女儿们也都很优秀。小姐姐真是太燃了，真是好样的。此次辩论只针对女子是否可以参加科考开始，由反对方提出论点，支持方论证，天下百姓都看着，还请各位用自己的才华征服对方。在下贾狗，一直在外游学，听闻我朝要举办科举，所以想来一展所学，没想到正好遇到了此次辩论。在下不支持女子科考。周易有云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此乃天理，此乃正统。若是女子科考入仕，必然导致阴阳颠倒，家国不宁啊！各位姑娘，还是好好找个人家嫁了吧。不愧是游学在外的学子，果然有几分本事。对，姑娘们还是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，要是蹉跎的年纪大了，就不好嫁人了。确实，阴阳失调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在下陆景书，虽是女子，也喜欢读书。读书使人明智，当然不只让男子明智，读书越多，越让景书觉得发人深省。何为阴阳？为什么阴阳一词，阴在前，阳在后？大家一直都说一决雌雄，为什么雌在前，雄在后？大家可还记得人是怎么诞生的？自然是女娲娘娘造出我们来的。回答得很好，女娲造人，应龙根辰击杀吴之奇，协助大禹治水，他们创造了世人，才有了阴阳和雌雄的概念，又何来阴阳失调之说？还是说反方你们在否认我们的古神？诗经在复无公室，修其残之。前朝李清玉的诗词慷慨激昂，护好将军南征北战，她可不只是王后，还是前朝的大祭司等等。女子才学何曾逊于男子？景书认为科举取材，当为才是举。这个小姐姐真的说得太好了，一看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跟那个贾狗完全不一样。看她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我当她真是来游学的，没想到她在前燕竟然靠偷鸡摸狗获得了前燕皇室的重用，于是她就成了前燕摄政王的幕僚，为的就是让她去偷前燕国的玉玺。后来她没偷成，我秦国打过去她就跑路了，而且她还是个罐头，什么一路游学，她是一路偷到秦国都城，没钱了看到科举考试才打算试试。我想起这个人来了，当时前燕的摄政王还把他奉为上宾，当时还气跑了好几个幕僚呢。前几日他还投靠丞相去了，丞相嫌他名声不好，把他赶出来了。这样的人我等都不耻，岂能上去做代表？这个皇太女也太邪门了，她是怎么知道的？此等龌龊之人，不配参加科举，轰下去！底下一片叫好声。陆小姐所言，科举取材当唯才是用，此论点不错，在下武德校尉中军。虽然在下不是文臣，但是作为男子，有一话要说：女子柔弱，别说读书，扛东西都不行。尤其是月信孕期，皆不宜劳心，又如何胜任地方跋涉、通宵批读之苦？是啊，我家娘子来月信的时候，都疼得下不得床，还不是我在一旁鞍前马后啊？就是，婆娘也就能照看个孩子，重活这不都是我们干？哼，到地方当官要长途跋涉，女子这小身板可是受不了。正方一个女子站了出来，直接拔出手中的剑，朝着中军就袭击了过去。